林北在工地做盒饭，却差点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只因各国总统都想挖他去做国宴大厨。在此之前，林北还是默默无名的小厨师。这天，他采购回到他工作的小餐馆，发现餐馆已经被洗劫一空。此时他手机响起，电话是老板打来的。林北啊，哥哥本全赔了，现在正在跑路，店里有啥你都拿走吧，抵你半年的工资，不够的哥哥回头手里倒腾开了给你打过去，咱们有缘分再见。电话那头噼里啪啦说完就挂断了。等林北消化了这些东西，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再打过去，对方已经关机了。林白，赶紧去收拾东西吧，东西都快被其他人搬光了。旁边店铺的阿婆好心提醒他道。林北这才惊醒过来，老板跑路了，他也只能赶紧走了。外面大堂只剩下地上的垃圾了。林北在这边人缘好，左邻右舍好几个进来帮他搬，大家将锅碗瓢盆，连带着煤气灶、煤气罐，连店里专用的电饭锅都给林北装上了。林北开着采购的这辆面包车，里面放着刚刚采购的菜和肉。早知道出了这事，还不如留下钱来，这些东西也得大几百块了。可是到如今了，这话也不必再提，店里能搬上车的都搬了。哎，谢谢了。林北，你接下来怎么办啊？回老家吗？回老家，这些东西就当是给我爹妈的年货吧。半年工资打了水漂，换成了这一堆不值钱的垃圾。虽然有辆车，可车不在他名下，也不能卖。哎，林北，这里还有点东西。一个大爷拎着一大袋子东西出来，林北一看，那是之前买的一次性餐盒，店里送盒饭外卖用的。不过这个业务停了几个月了，这东西没用，我就不带了。林北拒绝。金杯虽然大，但是这么多餐盒也很占地方，而且是真的没啥用。不拿白不拿，路上慢点开，要是以后还回来的话，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帮你找工作。谢谢各位。林北用力抹了一把眼睛，笑着跟其他邻居们告辞，又回到他租住的屋收拾衣服，踏上了返乡之路。现在是上午，若是速度快，下午他就能到家了。连续下了几天的雪总算是停下了，不过温度更冷，前方的车速不知不觉慢了下来，最后竟然彻底停下不动。林北懵了，他走路本来就是为了抄近路，怎么还停下了？摇下窗户朝外张望，也看不出什么来。如此堵了一阵，不少人下车去打听，逐渐有消息传来，听是前方路面结冰，有车打滑横在路上，将道都堵上了。消息传来后，不少车主都下来跺着脚聊天。这要堵多长时间啊？路面太滑了，听说那车上还拉着货，洒的地上都是，保守估计得堵1个小时。啥呀？我可是听说了，那车侧翻，等路面清理出来，估计得3个小时了。这救援车他一时半会也过不来啊！众人议论纷纷。林北听了听，准备回车上等待。毕竟外面太冷了，他今天一早就出去采购食材，到现在都11点了，他还没吃早饭呢。这肚子里没食，怎么能不冷？想到这里，林北转到了后面车门，准备翻翻看有什么能吃的。恭喜这位大哥获得超级餐饮系统激活权，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错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瞧一瞧，看一看，不好不要钱。耳边全是各种的吆喝声，林北听得头晕脑胀的，忍不住晃晃脑袋，想把这些穿脑魔音晃出脑子。恭喜这位大哥成功激活超级餐饮系统。林北懵了，他干啥了就激活？这是金手指，早就幻想过自己能有一个，难道这几天看中东刷的烟花许的愿实现了？既然叫超级餐饮系统，那自然是和做饭有关系的。林北觉得倒也合适，他喜欢做菜。系统里分成了好几个模块，不过都是灰色的。这都不能用啊！这系统看着就很狗，难道没有新手大礼包吗？别偷偷说我坏话，刚才我抽空帮别人刷了些烟花。新手礼包已发放，你解锁了食材处理模块。林北仔细看了看这个模块，这是一个辅助的技能，目前只有一键清洗功能已经开通，后面还有一键切片、一键切丝等功能，不过目前都是灰色的。想要升级，还需要相应的技能点才行。想要开启其他的模块，也同样需要技能点。林北正思索着怎么赚取技能点。宿主已经具备承接任务的能力，是否开启随机任务？完成任务将有海量金钱奖励，并且还会随机掉落特殊道具。金钱还是海量？这4个字瞬间就冲昏了林北的头。他现在穷的脑门上恨不得都刻着穷字。要！这系统简直就是抓到了他的软肋啊！请在1刻钟之内给自己做一道午饭。系统，您没事吧？我现在若是在店里，这任务简直合理无比。但是我现在堵在路上，用什么做啊？虽然面包车里什么工具都有，甚至因为以前给客户单位送盒饭，所以还有店员，但是这是不是太夸张了？那个完不成任务怎么办？能不能换一个？亲，不能哟！
任务失败，随机惩罚，努力吧。我操！随机惩罚都会有什么？比如清空宿主身上所有的钱，包括你银行卡里的。我操！林北为了保住他3位数的存款，立马开口道：“不就是做顿饭吗？我这就开始。”林北硬着头皮将车门打开的更大一点，从里面翻找一番，找到了煤气罐和灶台，拖到了路边不远处的空地上。这大冷的天，林北也不准备做太复杂的东西。从他接了任务开始，他头顶就出现了一个沙漏倒计时。就他收拾东西的功夫，已经过去了5分钟。看看车里的食材，林北忽然觉得这一键清洗的功能是真香，选择了清洗一个西红柿、2颗油麦菜。西红柿和油麦菜马上就清洗好了，自动放在了箱子里。狗系统是真好用啊！起锅，放少许油，快速的把西红柿切成指尖大的块。入锅，林北就在车边土道上炒菜，可谓是个奇景。前后的车主下了车凑过来看，甚至还有好事者拿着手机开始直播。各位大哥手不冷吗？谁很快就开了。林北翻出了2块面饼，丢到了锅里。方便面没营养，有西红柿汤底，有鸡蛋，再来2颗油麦菜，这营养不就上来了吗？恭喜宿主，任务完成，奖励经验值5点，金钱99元，请查收。刚要询问系统去哪里查收，就听到他手机也同步响了一声，随后一条银行短信弹出：账户完成转存交易人民币99元，余额1072.73元，海量等于99块钱。狗系统，你是不是玩我呢？请宿主不要好高骛远，99元对于别人不值一提，但对于你就是海量。林北感觉受到了1万点暴击伤害，但这狗系统还真没说错，人穷志短啊，99块钱他也很需要。还有我有名字，以后请叫我大黄。这不还是狗吗？大黄决定不和你说话，并尝试在你头上拉响。99块钱也不少了，抵得上半天工资了。这一顿饭也就不到10分钟时间，先定个小目标吧，赚他几个亿，再娶他几百个老。端着方便面回车上吃。爽！此时，忽然有人敲他的车窗。啥事？兄弟，我看你那些家伙事都没收。我吃完就收。不，兄弟你误会了，我是想问，要是不麻烦的话，能不能给我也来一份你刚才吃的面，我给钱。哦，原本林北还在犹豫，对方最后3个字直接改变了他的主意，被拿捏了。行，等我吃完啊。不过咱们先说好价格啊。外面是真冷啊。20行不行？大哥，你回车里等着，我做好了给你端过去。那行，20块我给你放这里了，我就在你后面第一辆黑车，尾号是个6。行嘞。随机任务：3小时内出售10份餐食，任务完成将获得海量金钱奖励，还有随机珍稀道具掉落。任务失败，随机减少现有资金。又刷任务了。面刚才都做过一遍了，轻车熟路，1碗面很快就做好装盒。林北将煮好的面送到了后面，前后几辆车的人自然看到了这一幕，都是一愣，原来这位做饭还可以卖。顿时，不少人都心动了。这冰天雪地的，吃上1碗热乎面可是不错，哪怕就是贵一点也值得。啥事啊？哥们，打听一下，你刚才是不是从前面买了一份面啊？对啊，咋的？我也想去买一份，想打听打听价。21碗。啥？这1碗面20？那我还不如等到县城点个盖饭吃呢。兄弟，你别一听20就觉得贵，那人家冰天雪地里给你煮面，人工不要钱啊，何况味道。但这人已经没这心思了，招呼一声转身离开了。接下来又有好几个人过来打听，但一听价格就打消念头了。男人有点来脾气了，索性在车里找了张纸，写上明1碗20，非诚勿扰。林北卖出这第1碗面后，陆陆续续又有2、3人过来跟他买了面，20块钱不算便宜，林北也都全力做好，也一视同仁的都是双握鸡蛋。卖出4碗面，就再没有人来了。林北冻得直跺脚，看真没人来了，就回到车上。车厢里很暖和，但是林北心里却不踏实。他刚4碗面，收了80块钱，但是随机任务却只完成了4/10，时间却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这样下去，他任务怕是要失败了。想想他不到一个小目标的存款1000块钱，他简直痛彻心扉。谁来救救他的钱？谁来救救他未来的几百个老婆？此时在后面的一辆车里，陈导，您还好吗？没事，老毛病了。我看前面有人在煮面，我去帮你买1碗回来。算了，方便面我不爱吃那玩意。或许还能有别的呢，我去问问。您这么难受也不是事。林北刚在车厢里暖和过来，车窗又被敲了几下。吃面？我能上去和你聊吗？真冷啊。兄弟，我刚才看你帮人煮面啊，煮面啊，可以啊，要几碗？不，你误会了。我想问问你，除了面还有别的食物没？实话，我老板不爱吃方便面。这你想吃什么？能有米饭炒菜吗？林北为难了，在这里做饭难度可有点大，主要是时间恐怕会很长。林北有点不愿意。行，不过你们要几份？要是太少，如果对方只要1份，中间再有别人买面，他任务可就够呛能完成了。几份你愿意卖？ 6份，再有6份，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小目标也就保住了。6份，1份多少钱？你要什么菜？我车里菜挺全的，我看能做不？溜肉段、地三鲜、尖椒干豆腐，行吗？林北正在盘算价格，按照他们店里之前做盒饭的价格，1份也就6、7块钱。这样31份行不？对方等不及林北计算成本了，同时拿出100块当做定金。行，我这就去做6份盖饭，完成后系统任务就有保证了，还能小赚100来块钱。林北马上精神抖擞，翻出高压锅，蒸上10来份米饭，肉段、茄子、土豆和青椒、干豆腐，各种配菜都先准备好。你这炒菜怎么卖？尖椒干豆腐、地三鲜和溜肉段都是盖饭，1份30。那给我也来1份。先交钱吗？米饭炒菜30块，感觉就比20块的方便面要值。不用，一会儿饭菜熟了我给你送过去。陈导车上，希望他动作能快点，要不然这路说不定就通了。 6份盖饭，我们能吃得了吗？你还不如直接点3个炒菜。我怕他狮子大开口，3个炒菜还不得要我们几百？在这地方还没人敢这么讹我。多少？我让他双倍吐出来。饭蒸好了，林北将高压锅从火上挪下来。尖椒干豆腐、地三鲜和溜肉段都是本地的常见菜，林北以前也没少做，闭着眼睛都不会差了火候。拿出准备好的食材，过油。在东北这块，30块的盒饭价格不低，林北也没有糊弄的意思，本着良心准备了不少肉。一大盆肉炸一下后，颜色金黄，看着就让人有食欲。茄子和土豆也过油，表面略有炸出的痕迹即可。视线一直追着林北的车主们，此时不约而同地吞咽了下口水，又饿又冷，再一闻到香味，很多车主都端不住了。兄弟，你这菜有富裕吗？多少钱啊？给我也来1份。有富余，现在还有7、8份的量。那给我来1份。我要2份。啊，还有吗？我也要1份。这一下就卖出去了4份，还剩下1个溜肉段。炒锅洗净，少放底油，下储姜、蒜，放切好的青椒和胡萝卜片翻炒。趁着配菜断生，林北麻里的将酱油、蚝油、米醋、料酒等调味料调匀，放入淀粉制成料汁，放入炸好的肉段翻炒几下，再把兑好的汁卤浇入。炒锅翻动几下，让所有食材均匀沾满酱料，就可以出锅了。此时的溜肉段上面酱汁裹得恰到火候，既没有遮掩肉段本身模样，还将滋味留下。将饭菜都分好装入餐盒，每份还多加了1个荷包蛋。大哥您的拿好。兄弟，你这是？司机小哥看着多出的荷包蛋有些疑惑。30块钱不便宜，我就又加了1道菜，该不会你不吃鸡蛋吧？这吃的，谢了，兄弟。给你的，给你的，给你的。恭喜宿主，任务完成！提前1小时完成任务，奖励翻倍，奖励经验值20点，金钱888元，请查收。哇哦！林北激动的差点没蹦起来。888元，这是天大的富贵啊！这一个任务，面条4份卖了80，7份盒饭卖了210，再加上这888，这就上千块了。果然如今世道，想翻身还得靠系统啊！盆里还剩一些热乎乎的饭菜，原本想要留着自己吃的，但是想了想，林北又装了1盒。大哥，这份给你，尝尝咱的手艺。这怎么好意思？要不是大哥过来买面，我也不能赚了好几百。林北是真的感谢对方，要不是对方带头，他哪里来的这个随机任务？更不要说赚1000多块，估计银行里的钱都要没了。量这么大，陈导，我看这兄弟还挺实在的，人真不错。一般人不趁机要个高价就不错了，我给他30，他居然还觉得过意不去，给另外加了2个荷包蛋。陈导一边吃一边忍不住点头，这味道他喜欢。陈导您觉得怎么样？不错，这师傅多大的年纪？有20来岁，看着挺年轻的。他这手艺不太像是烹饪学院的味道，倒像是家传的手艺。你一会儿吃完了去给对方留一张名片。老板，您这是？司机有点讶异，这饭作为盒饭绝对在水准之上，但是也没好吃到让自己老板递名片的水平吧。这孩子挺实在的，而且这味道我喜欢，是妈妈的味道。好，我吃完马上就去。林北收到名片，又跟司机小哥交换了电话，这是双方都十分满意的买卖。司机还丢给林北1盒几10块的苏烟，林北本不想收，他平时就抽几块钱1包的，可推拒之下还是有点欢喜的收了，拿回去让他爹也尝尝味。林北将那些家伙都收回车里，堵了这几个小时的车终于蠢蠢欲动起来，终于可以回家。在高速路上几小时赚了4位数，林北喜滋滋的开着车回老家。爹娘，门口好像有汽车在按喇叭。听错了吧？肯定是隔壁，谁会开车来咱家？那咋不会呢？我姑家不就有汽车吗？安安，母亲江兰朝着女儿使了个眼色。安安也知道姑姑家一向看不起自家，更不可能大晚上突然来，她也是随口一说罢了。我哥估计快到村口了，我去迎迎他。安安，快给哥开门！哥，你怎么这么晚才到家呀？这是哪里来的车呀？你先去把门开开。成。哇，这车好舒服，车里真暖和呀。林安安叽叽喳喳，很兴奋的样子。这算啥舒服？回头哥买个好车，带着你出去玩。好耶！安安，咋把院门给打开了？我去看看。爹，北仔，
这是你开回来的车呀？哪里来的？这个一会儿咱们进去说。父子三人将车里的东西都搬进了屋。儿子，快洗把脸。好。林北洗了手和脸，这一路上除了做饭的时候冻到了，其他时候都在车里，倒也不冷。晚上吃饺子，酸菜馅的，我最喜欢了。咱们一起包快点，我都饿了。啊，没吃饭啊？今天在胡家集那边堵了2-3个小时，就吃了2包泡面。咋回事啊？道路结冰，有个大车打滑侧翻了。你那车咋回事？这车是我老板的，我那老板赔了大笔钱跑路了。这不是趁火打劫吗？老板让的，不然也要被债主给搬走了。车子算是抵给我了，还有厨房那点东西。不过车子不能卖，只能使用。还有就是1年的工资没了。钱没了就没了吧，人家老掌柜的当初待你不薄，这不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吗？没钱就没钱，正好还有辆车，咱们回头将粮食拉出去也能卖点钱。爹，哪能卖粮食呢？钱的事情你们别操心，我能赚。其实家里还有钱，往年你没出去打工的时候，咱们不也过得好好的吗？现在就供你妹妹一个，你还时不时打钱，够咱们用的。老爹老妈其实都很内疚。林北高考那年，正好老爹生病需要一大笔钱，林北高考都没参加就出去打工了。林北默然，土里刨食能有什么进项？而且这1年他都没给家里啥钱，就想着年底能一下拿回去好几万呢。谁知道？你们别担心了，我有办法的。你们别忘了，我是个厨子。啥办法？这不是还有些日子就过年了吗？到时候肯定好多人买肉啥的，我做点酱肉到集市上去卖。咦，我觉得我哥的办法挺好的，哥我和你一起干。你会干个啥？我给我哥打下手，是吧哥？是，明咱们就去看看谁家杀猪，然后买点肉回来酱。隔壁李村明天有人杀猪，我带着你们去看看。赶紧包饺子，不是都饿了吗？林北兄妹齐齐应了一声，加快了手上的动作。饺子很快就摆满了炕桌，还有一盘猪头肉，老爹还准备了一瓶2锅头。来来，上桌，先吃。今林北回来，咱们喝一杯，饺子就酒，越吃越有。爹，我的呢？刚才搬的那些东西呢？里面有橙汁。安安眼睛一亮，赶紧去找，很快就眉开眼笑的抱着一瓶橙汁回来。吧嗒一口酒，再来一个饺子，贱货吃上2片猪头肉，最简单不过的家常便饭。但是林北就是觉得好吃。林北以前没怎么喝过酒，大半杯的白酒直接将林北给搞迷糊了，被人塞进了被窝，转眼就是去了意识。不过这一夜，林北在梦里可长脸了，梦见一夜暴富，还爬到房顶上，连村支书都在下面听他训话。再叫就叫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油条、豆腐乳，一碗大碴子粥。吃完早饭，林北带着父母、小妹去赶集。今天需要先准备好酱肉的卤料和肉。村子不大，林北刚把车开出院门，左邻右舍都凑了过来。这1年赚多赚少，别人看不出来，但能开车出去赶集也是让人羡慕的。不过就是辆2手车，算什么？爹，回头等我大学毕业赚了钱，给你买辆轿车。说话的人叫没有钱，住在隔壁，和林北是高中同学。林北的学习成绩一直压对方一头，直到高中毕业，林北没有继续读，而没有钱上了一个2本。给我滚回去！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他二叔，你别听有钱瞎扯。你们这是干啥去啊？大爷，我们去南庄赶集，这不快过年了吗？林北并没有在意没有钱的话，他们俩虽然是邻居，但是从小就不对付。没有钱是那种很喜欢攀比的人，小时候就显摆他们家吃得好，穿得好。后来因为学习被他压一头，一直都画带刺。等他放弃上大学去打工之后，更是每次见面都会暗讽几句。没有钱真讨厌，上个大学牛气什么？谁不知道他考的就是个2本？要是我哥……安安，考大学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回头给爹妈和哥哥争口气。哥，我想高中毕业也去打工，不考大学了。咋能不上大学呢？哥不上学那是不乐意念了。你成绩好，回考试都是第1，咋还不念了？可是你是担心钱吧？放心，你哥可是有手艺的人，回头我弄出来的酱肉往那集市上一放，那还不得把一个集的人都香迷糊了？那钱哗哗就来了。净瞎扯，你那肉咋那香呢？那当然，我可是大厨啊！别管夸张不夸张，车里的气氛是好了很多。安安甚至还跟着林北一起幻想起美好的未来，一路欢声笑语的来到了李村。肉多少钱1斤？别人买12，你只要半扇给你便宜点。咱这是粮食猪，好吃香，买不买？买。林家父子挑了半扇大的，有80多斤。张屠户给抹了个零头，算80斤，1斤12就960块钱。林北直接给张屠户转了账，幸亏有了系统，在堵车时候又接了个任务，挣了1000多块钱，要不然连买猪肉都没有钱。现在咱们去南庄。对，林北一打方向盘，直奔了南庄。南庄是他们这10里8村最大的一个集了，只有逢5逢10才有，周围的村子的人都会去。林家人以前去的少，因为离他们村有点远。我看这车里开的暖风费油不？爹，空调费油，暖风不费油。林北清楚自己爹担心什么啊，那还行。老爹一下子就轻松了不少，半个小时的路程转瞬而至。
林北刚下车，耳边就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在这个集市中藏着一个绝妙的酱肉秘方，试试能不能找到。任务：凑齐酱肉秘方的所有配料。任务完成将获得海量金钱奖励，还有随机珍稀道具掉落。任务失败，随机减少现有资金。别人的系统都是一发入魂，直接走上人生巅峰，为什么到我这就这么曲折？奖励都抠抠搜搜的。林北忍不住吐了个槽。3颗星，2颗星就给888，3颗星任务完成会给多少钱？关键这酱肉秘方我真需要，这任务就算不奖励金钱也得做。大黄看来也挺懂事的嘛。看着林北一个人傻笑，安安凑过来，哥，你美啥呢？反正有好事。爹妈，你们去买自己要的东西，我要去配酱肉的料。你们要是买完了就先回车上。不知道怎么开始完成任务，林北就先挑着自己知道的调料买。好在这一条街都是卖调料的，还挺全乎的，花椒、大料、桂圆、草果，林北一口气就凑齐了20多种，现在还差7种。林北琢磨着还能放什么，旁边忽然有人说话：“嘿，小伙子，你买这么多调料是做酱肉吧？”“对。”“我看你买这么多是做了拿出去卖钱。”“是啊。”“我看你这还差点东西啊。”“林北一惊，什么情况？现在做系统任务还有 NPC 是吗？对话后能得到指点。大爷，那您看我差点啥？这玩意见过吗？用这个炖肉，胃老好了。”林北刚要接过来，警告！警告！拒绝有毒物品加入配方。在收到系统警告后，林北想明白了，老大爷推销的是什么玩意儿？火销酱肉炖肉的时候，算是一种食品添加剂。用了这个后，不光酱肉颜色特别好，就连香味都十分浓郁。但是这玩意是有量的，不光量超了会造成中毒，就算是少剂量多次服用，也有致癌风险。林北转头离去，调料还差7种，他已经想不出还差什么了。常用的他都已经买了。这时候老爹买了东西回来，发现配料：生姜、大葱、大蒜。葱姜蒜3种最主要的调料，他愣是给落下了。又在市场转了一圈，这一趟又找到了山楂，现在只差2味调料了。还能有什么呢？林北还有什么没买的吗？没有什么了。那就回吧。安安跟上了，咱们回家了。正在此时，有一辆牛车从他们身后过来，小心点。安安拉了林北一把，不过林北还是被树杈子刮了一下。哎呦，衣服都刮破了，快停车！这牛车车主听到刮了人衣服，非但没停车，反而加快速度，一溜烟就跑了。发现配方配料木香，看看这衣服咋整啊？回去妈给你缝上。安安要将木香从林北身上扯下来丢掉。哎，安安别动。咋的？你还留着这树杈子有用啊？有用啊！你哥衣服都坏了，咱们不得把这玩意带回去五马分尸谢罪。别看衣服坏了，但林北一点也不难过，他现在就还差1样调料就完成了任务，到时候不但能得到现金奖励，还能获得一个完美的配方。这哪里是肇事逃逸，分明是贵人送福啊！林北啊，你刚才要配调料，配好了吗？差不多了，但是我琢磨着还差关键的1样。还差啥呀？你都买啥了？花椒、大料、桂圆、草果。林北将自己买的调料都说了一遍。好厉害，我都没听过这么多的调料。要我说啊，这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大酱，那没有大酱还能有滋味啊？对，没有大酱就没那个味儿了，还能叫酱肉吗？哦，对呀，大酱，我怎么将这东西给忘了？之所以没想起来，是因为集市上根本没有卖这东西的，因为在他们这边，大酱是家家户户都会做，南庄大集都是这10里8村的人来买东西，谁还会来买大酱呢？哦，如果这大酱就是最后1味调料，那它可就集齐了配方。对，有道理，我回去试试。林北，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缝缝。这衣服穿好几年了吧？我记得还是你上高中时候买的。妈，回头咱家酱肉赚了钱，都去买身新衣服。林北去看他们家的酱缸，发现配料大酱，恭喜宿主，任务完成，奖励经验值50点，立即秘制酱肉配方，金钱2888元。账户完成转存交易人民币2888元，余额3273.73元。不但秘方到手了，居然还是可升级的。爹妈，咱家的酱肉肯定好吃，到时候赚大钱咱们买新衣服。哥，我也要。放心，少不了你的。中午吃的是昨晚包好的饺子，凑合一顿，继续忙活酱肉的事情。老爹把猪肉分成块，将猪皮的地方在火上撩一下。林北麻里的姜肉放进锅内凉水里，烧开后撇去浮沫，捞出清洗。接下来就是熬制这一锅卤料的时候了。林北很喜欢烹饪，尤其是遇到新的配方，一个人兴奋地忙活着。不知过了多久，在炕头嗑瓜子聊天的3人忽然闻到了一股奇香。在屋里嗑瓜子唠嗑的3人闻到了从厨房飘出来的香味。安安第一个受不了，从炕上下来，直奔了外屋灶台。酱肉慢慢煨着，林北玩着手机。哥，咋了？哥，你做的酱肉好香啊，熟了没有啊？小馋猫。林北捞出来一小块肉，算算时间，可能还没酱透，
但肯定已经熟透了。安安很机灵，直接去炕桌等着。咋的？这么快就熟了？没有呢，不过哥捞了一条小的，要先给我尝尝。爹妈，快尝尝味道怎么样？刚才闻到香味，林北就知道这酱肉绝对差不了。不过他还是希望得到爹妈的肯定。我来尝尝我儿子的手艺，咋样啊？好吃，这味道也太……老妈不知道怎么形容，这滋味是她以前从来没吃过的。老爹夹起了一块肥肉，还是我爹会吃。安安挑了一块瘦的，安安吃肥的，肥的比瘦的好吃。安安有点迟疑，试试，哥还能坑你？那好吧，哥，我信你。安安最终选了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闭眼，肉皮软糯弹牙，肥肉肥而不腻，还有点脆；瘦肉瘦而不柴，鲜嫩多汁。哥，老好吃了。好吃就吃完，锅里的肉还得煮一会儿呢。儿子，你有出息了。老爹也没想到他儿子做的肉竟然这么好吃。刚才入口咀嚼的瞬间，他不为这美味激动，而是满满的欣慰。当初林北学习就很优秀，但是因为高考那一年自己生了一场大病，林北连高考都没参加，就毅然出去打工了。老爹一直很愧疚，如今吃到这酱肉，老爹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儿子出去打工是遇见好人了，竟然连这种看家的本领也教。就这酱肉的味，他敢拍着胸脯保证，一定能火爆起来。爹妈，2个肘子，2个猪蹄，咱们一会儿都切一个尝尝吧。可惜咱们筋没买下水，酱起来也好吃。咱们吃那些干啥？那玩意怪贵的，拿出去还能卖钱。晚上是香喷喷的大米饭，一大锅五花肉炖土豆，一盘子酱肉。爹您不喝一杯？那就喝一杯。好吃，哥，太好吃了。肉好吃，哥哥可不能吃。肥肉呢？好不好吃？好吃。酱肉固然是好吃的，但是中间那一盆炖菜也同样好吃。刚宰的猪肉很新鲜，土豆也是自家种的。林北混着饭呼噜噜往嘴里塞，吃出来的全是幸福的滋味。第二天，林家父子就带着酱肉来到了集市。猪肉酱熟了会缩水，1斤熟了只剩下7、8两，光成本计算就要17、8一斤了。价格不能定得太低，否则还不够本钱。肘子一个价，猪蹄一个价，五花肉一个价。至于那些后臀尖之类的地方不适合做酱肉，都切下来留着自己吃。五花肉的部分最多也好吃，价格就定在28一斤。猪肘子30，猪蹄35，这还是促销价。若是卖得好，随时都能涨价。老爹就找了个牌子，写上了大大的酱肉2个字。不过林北觉得这样没噱头，给改成了祖传秘方老汤酱肉。胡闹！咱们家往上到8辈都没有一个干厨子的，哪里来的祖传秘方？爹，这样才吸引人，您就听我的吧。林北，你在捣鼓啥呢？快好了，快好了！林北将煤气灶安好，开始给酱肉加热。爹，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我们得先有香味。肉汤翻滚之后，林北将锅盖打开，让那香味散出去。不到10分钟，就有路过的人寻找着香味的来到了摊子面前。祖传秘制酱肉，走过来看过来，没事过来尝一尝。有系统配方的加持，酱肉香气四溢。林北卖力的吆喝着。和矜持的老爹不同，林北豁得出去，因为就在刚刚，他接到了系统给他的一个任务，要求他今天卖出10份酱肉。面子算啥？总不能为了面子连钱都不要了吧？摊位前已经围了一圈人。酱肉咋卖啊？28一斤，正经的五花肉，味道老好了。林北切了一块给对方尝，不错，你这肉便宜点，给我来2斤。这个真的便宜不了，现在年底肉也涨价了，这都是昨天刚从李村拿买的好猪肉。您看看这肉，3指标，您刚才也吃了，这肉入口即化啊。行，给我来2斤。好嘞，来给您，大哥你的2斤酱肉。老爹在旁边收钱。林北切肉不沾钱，让人看着也觉得卫生。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其他人陆陆续续过来，基本上都会买上1、2斤。已经卖掉了4份，这小吉人和南庄大吉还是比不了，也不是人人都爱吃酱肉，现在就稀稀拉拉的没啥人。爹，我觉得一会儿咱们再去一趟李村，咱们这次买1整头猪。行啊，不管系统任务的话，今天肯定是赚的。林北看看还差好几份完成任务，心里有点焦急了。刘家集这边就上午有人，现在都快11点了，再不完成任务，可就够呛了。林北加大了吆喝声，还加上了先尝后买不好吃不要钱之类的，总算又喊来了几位客人。这年头干啥都不容易啊，买东西的时候都想砍价，不砍价感觉亏了。可真的我自己卖东西，那降下来的每1分钱，我都觉得是从我身上嘎下来的肉啊。你长大了。林北看了自己父亲一眼，我这是抠门吧？到底是亲爹，就是护犊子，这都能夸？集市上已经没什么人，就连周围的摊子都收了不少，可林北这边还差了2份没卖出去呢。这任务要失败了吗？要是任务失败，将银行卡里的钱给扣掉，那可比嘎了抛弃我的前女友更难受。林北，要不收摊吧？这都没人了。再待一会儿吧。爹，您先去车里暖和一下。这都没人了，你在这里待着干啥呀？他还以为林北怕酱肉卖不完。回吧，也不是要都卖光了，这不是卖出去了好几十斤了吗？行吧，咱们回。就在他们收摊的时候，一辆宝马开到了他们摊子面前。还好你们还没收摊，酱肉再给我来点。林北抬头一看，正是刚才第一个买家。
有，还有呢。这次我多整点。大哥，您结账2次行吗？啊？为啥？帮个忙，帮个忙，我再送您一个猪蹄尝尝鲜，觉得好吃您下次再来。那行吧。付完钱，男人扛着宝马跑路了。咱们也走吧，现在去里村看看还有猪没，没有的话就定一下。好。林北有点发愣，他在看任务，刚刚明明卖出去2份，可他却没有收到任务完成的提示。坐在车上热车，林北急忙询问系统怎么回事。宿主违规操作，系统不认可，再有下次一定会给予惩罚。林北脸色一白，原来刚才那位客人结账2次，竟然也只算1单，系统居然挺智能，还以为能卡个 bug。被系统警告1次，林北不在乎，大不了下次不犯了。但是他今天的任务就完不成了。李村、张福富和另外一个人正在对峙，其他人都站得远远的，也就林家父子不知情，贸然走了上去。等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迟了。吃瓜群众也反应过来，将对方按住。宋老六，你疯了吧？那猪是你媳妇让人送来的，管人家老张什么事啊？就是不敢对你媳妇大声说话，倒是敢对着旁人动能的你。这熊玩意，报警给他抓起来！林北从大家的对话里总算是听明白怎么回事。林北好无语，这人有病吧？这猪养了就是要杀的，都年底了，现在不杀啥时候杀？养猪还养出感情来了是咋的？再说了，这是不自己家关起门来商量，跑出来跟人家杀猪的寻仇算咋回事啊？说出去简直笑死个人。这时候一个女人也找了来，林北一看这位就知道这宋老六为啥不敢跟他媳妇叽歪了。行啊，你现在挺能的呀，那猪是我让张大哥杀的，养猪不就是为了吃吗？妈都说了好些日子了，你就是不动弹，我还纳闷你咋这么磨叽。来来，你跟我说，你跟那猪啥关系啊？你亲戚啊？宋老六媳妇赶紧给张屠户道歉，然后才把人薅回家。老远的还听到他媳妇的叫骂声和宋老六的惨叫声。兄弟，谢谢你呀！刚才要不是你拉我那一把，我这大过年的可咋整啊？那不算啥，你要感激我，就买1份酱肉吧。你要感激我，就买1份酱肉吧。啊！张屠户愣了一下，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是来买猪肉的，生怕系统将这个算作违规，林北赶紧改口。来的正好，正要杀猪呢。林北看不得打猪，回了车上。半个小时后，林北下车，猪干好了，肉咋样啊？肉挺肥，比昨那头还好。这一只我都要了。要这么多咋吃啊？昨天林北要了1扇猪，他就挺惊讶的，没想到今天要1整头。我儿子出去学了手艺，过年了整点酱肉在集市上卖。听到林北他们去刘家集将昨天酱的肉都卖了，大家还挺惊讶的。都知道刘家集是个小集，能卖出去半扇猪的酱肉，那得多好啊！当下就有人询问酱肉还有吗？哇哦，还有点五花肉，还有个后肘。这锅里的卤汤还带着余温，林北一掀锅，一股浓郁的酱香味就荡了出来。真香，什么味儿？是酱肉的香味吗？这么香？这就是昨天从张大叔这里买的猪肉，晚上酱出来的。我给几位捞几块尝尝。盛情难却，众人也没客气。这肉一入口，众人就被迷住了。看着肉挺结实的，吃到口中才知道已经炖透炖烂了。肥肉的地方糯糯滑滑，入口非但没有油腻感，反而透着酱味的清香，才咀嚼几下就融化在唇齿间了。给我来1块，多少钱？我们这28一斤，就剩这几块了，25怎么样？行。林北其实知道这价格其实根本不赚钱了，但是好不容易抓到几个客人，赶紧完成任务才是真格的，也就不在乎这几块钱了。左右也就这几斤了，也赔不了多少，一口气卖出去4份。恭喜宿主，任务完成，奖励经验值15点，金钱666元。林北松了口气，666虽然不多，但是也真的不少了。他以前辛辛苦苦又干大厨又采购，一天算下来才200多，这一上午卖出去30斤左右的酱肉有800多，加上猪蹄猪肘也有100多。昨天买肉买调料的钱都赚回来了，家里还剩下前后臀尖以及10来斤排骨和1条子里脊肉呢，这些就是纯赚的。张屠户记着林北的好，这头猪多少钱买来的，要原价卖给林北，连嘎猪手工钱都没收。林家父子对视一眼，齐齐摇头。张大叔，那就是顺手一拉的事，你可别太往心里去。我们这常来常往的，以后没准隔3差5就要来呢，你还能都这么便宜？这话说的，你顺手一拉，我还少挨一窟窿呢。以后算以后的，今天这个我要再赚你钱，我成啥玩意了？好一阵拉扯，最后这猪从头到尾都是林家的，价格却只要10块。林北感谢一番，将钱转了过去，又将猪头、猪尾、下水之类的都给张屠户留下了。这些多少可以补偿张屠夫一些，而且他要都弄回去做酱肉，清理起来也麻烦。张大叔能再麻烦您个事吗？你说，帮我给这些肉都按部位分了，要不然我们回去也得分。这算啥事？不一会的功夫，张屠夫就给收拾得明明白白的。张大叔太厉害了，今天多谢了啊，我们走了。生意兴隆啊，最好能常来我这里买肉。哈哈哈，借您吉言。林北，昨天那酱肉没赚啥钱吧？不能这么算，咱们不还有10来斤排骨呢？
也是，酱排骨那价可高，随随便便都卖30多。他们今天也是试着卖，昨天就没弄排骨，今天在集市上还真有人问过。其实还不光排骨，我们还能做点酱菜。这个酱肉秘方这么好用，可不能白白浪费了。这年底猪肉贵，利润不高，现在刚开始做，也不能卖高价。而酱菜算起来利润就高多了。对了，我昨天收到一笔钱，应该老板打过来的，有3000左右。咱们下午去趟县城，都买身新衣服吧，快过年了呢。也行，给你妈你妹都买，我就算了。你那棉袄都破成那样，我看你妈缝衣服也是2把刀，还是买件新的吧。都买都买，爹您负责劝我妈。行吧。这都几点了，你们咋才回来？打电话也不接。妈，我不知道，我手机我爹拿着来着。哟呵，他那玩意我又不会使。江兰被这父子俩都气乐了，饿坏了吧？快进屋吃饭。你们吃没？一起吃。我们吃了，这都几点了，还没问你们今天卖的咋样？卖的老好了，就剩一个后肘和汤了，所以我和我爹一商量，又去买了1整头。金这猪买的便宜啊，多亏了你儿子。老爹将张屠户那边的事说了一遍。这宋老六真不是个玩意，为了个猪跟人动手，是不是跟猪有一腿？下次这种事躲远点，你这要是没躲开怎么办？呸呸呸！妈，快过年了，您说啥呢？就是妈，咱们下午去趟县城吧。去县城干啥？爹，那啥，孩子这不是想着给你和安安买身衣服吗？还有，你看他自己那衣服，你缝的啥玩意啊？那出去不得让人笑话啊！倒也是，那就去吧。林北和安安也该买身衣服了。老妈想了想，去炕上拿出来1000块钱。妈，不用您花钱，我有。那买猪不花钱啊？今天不是买了1整头吗？这些钱原本也是你寄回来的，爹妈给你收着呢。林北鼻子一酸，他出去打工3年，其实也没赚回来多少钱。前2年是管吃管住教手艺，所以就没什么工资。今年倒是多一些，可也只有前半年有点钱，后面结果爹妈在家根本就舍不得花。爹妈，这些钱你们就花吧，我赚钱不就是让你们过得更好吗？要不然我还努力个啥？放心吧，咱们家日子会越来越好过的。哥，我也会努力的。快吃饭吧，吃了饭咱们一起去县城。在县城商场转了一圈，爹妈的衣服就都有了，总共花了500不到，两人还挺满意的。哥，你看你妹这模样，100多的穿着都像大牌，咱还用花那冤枉钱吗？等你发了，给我买好的。看得出来妹妹在给自己省钱。行，回头给你买最好的。出了商场，一家人来到了鸡肉加工厂，买了10箱鸡架子，又去市场转了一圈，买了个熬汤的大桶。这一趟下来，林小北身上的钱也花得七七八八，手机上余额就剩下3位数了。不过林小北也没当回事，有系统赠送的酱肉秘方在，他就不信自己不能赚大钱。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暗下来，进了家门爷俩也顾不得别的了，中午卖的肉得收拾出来。酱肉讲究老汤，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汤头浓郁，肉也会越来越好吃。但也不是就这一锅料，而是每次都要放新的肉，放水，放新的料包。哥，你买啥呢？这是你那拖回来的树杈子，你还买呀？不买咋的？咱们去山上捡呢，多喊几个朋友一起去。他现在身上就1000块钱了，要是能白捡，那感情好。第2天，老爹准备在家再垒一个灶。林小北卖酱肉就带上了安安，还有自己一个发小江浩。这发小跟他一样，也是高中毕业没继续读，选择了工作。本来想找林小北玩，就被他抓了壮丁。今天有2个急，他们去了大一些的那个。江浩工作几年都是干的销售，很快就上手吆喝起来。集市上熟食摊子多，但像他们这样是2个年轻小伙，招呼客人可不多。俩人又都长得还不错，很是招那些大爷大妈喜欢。再加上旁边还有个安安，他们摊子很快就被人围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酱肉的香味。这时候忽然挤进来一个人，可找到你了。这人身材魁梧，嗓门很大，长得也很凶。从外面挤进来的时候，还带着几分迫不及待。你是谁？你要做啥？我不是，你们误会了，我买酱肉的。昨天在刘家集我买过你1斤酱肉，记得不？哎妈呀，买酱肉啊！我还以为你要丢导弹炸我呢。怪我，太着急了。再说你又没在医院，昨买回家那酱肉，我妈和我媳妇都说好吃，我家那对龙凤胎也呼呼吃的可香了。哈哈，这好办，要多少有多少，我们刚来，都是好肉。这次多给我来点，来20斤酱肉，自家留点，再给我老丈人送点去。看出这位不差钱，林小北趁机推销。大哥，我们还有酱肘子、酱猪蹄，还有酱排骨，排骨上肉可多了，要不要来点？那就来10斤五花肉，再给我来10斤酱排骨，装成2份，另外给我来2个猪蹄子，我媳妇爱吃。10斤五花肉280，10斤酱排骨350，再加上俩猪蹄也有60左右，这一笔买卖就将近700左右。可惜今天系统一直很安静，什么任务都没给他。这才1天不见，林小北已经开始想念大黄，有那个大汉带头，很快带来的肉就卖出去了好几10份。
多的有要1整块的，少的要1斤半斤的都有。到了中午12点多的时候，林小北摊子上的人才散了。看看手机，这一上午足足卖了3700多块钱，林小北嘴笑得都合不拢了。他买猪肉才花了2500，现在已经赚了将近1200块，这还只是一上午的功夫。林小北一拍江浩的肩膀，走，耗子，上我家吃饭去。昨买的肉用完了大半，回去的路上，林小北将车交给了江浩来开，自己则给张屠户打电话。张叔，今天再给我留1头猪。还好我留了个心眼，提前给留了，果然留对了。不过交情归交情，生意归生意，今天的价格就不可能是昨天那种价格了。那肯定的，不能总让张叔你吃亏。不过前后臀尖我就不要了，我家臀尖剩下不少，都吃不过来了。这都是好卖的地方，没问题。到李村，林小北就一点时间都没耽搁，直接装上猪肉付款回家。到家时候都1点了，因为耗子来玩，老妈更是又弄了好几道菜。这么多菜呀！耗子，你都1年没来我们家了，还不得多做几道好菜？江浩从小和林小北一起长大，又是同学，实诚又热情，虎头虎脑的。虽然学习不咋地，但由不得老妈不喜欢。妈，明天我想吃锅包肉了。行啊，江浩明天还过来吃饭吧？那哪好意思？怕啥？你要是不好意思，明还跟我一块出摊，不光管饭，还有工钱。林小北知道自己发小出去打工和自己差不多，也没赚到太多的钱，不用工钱，管饭就行。该咋办咋办，你们俩年轻人自己商量去。对了，小北，那鸡架子我给你泡上了。知道了吗？吃过饭，林小北就开始忙活酱肉、酱鸡架。这鸡架每个鸡架都有肉，有半斤的样子，泡开去血水，再焯一遍水就可以酱了。林小北还特意加了一把辣椒进去，有点辣味的鸡架子才有灵魂。汤开换成温火，只需要隔一会儿看一下。林小北就将2锅酱肉交给父母，带上江浩和安安去弄木箱。我看下次哥你还是去网上买吧，这都不够折腾的。山上有风，丫头冻得直发抖。我看也是。要是早点回来就好了，咱们还能山上去打松塔。我要是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头2月我就回来了，还能拿回来几万工资呢。兄弟，想开点，等过了年你跟我一起去我打工的地方人挪活。再说吧，换成以前他肯定跟着发小走了，但是现在他有了系统，将来的人生指定很精彩，他还是很期待的。走吧，这点也够我用一阵子了，快给我动挺了。我是配角，怎敢吃醋？刚到车上，林小北手机忽然响了起来。赵大哥是你啊？这好像不是你给我那手机号啊。给他打电话的人就是那路上堵车跟他订盒饭的那个大哥。老弟你还好吗？我这用的我老板的手机。挺好的挺好的，大哥你有啥事？还真是有一件事，我和你说一下，你千万帮忙。啥事？大哥你说。我老板想要请你过来帮忙做场宴席，15桌5000块钱，材料这边负责。最多耽误2天功夫，能挣5000。林小北连忙答应，只是有一点他实在搞不懂，他这手艺也算不得多惊艳，对方怎么会让他来准备宴席呢？任务：承接宴席制作，并且收获120个满意值。奖励：海量金钱，随机珍稀道具掉落。任务失败，随机减少现有资金。3星办任务，不但要承接宴席，还要获得好评。看来这难度不低，但是相对的，完成任务的好处也一定很可观。3人一进院子，就闻到了浓郁的香味，这是酱鸡架的味道。这也太香了，刚好出锅，你们尝尝味道，我去做饭。啃着鸡架，白老爹拉着江浩喝上了2锅头，鸡肉都已经吸饱了汤汁，吸一口满口鲜香，还带着微微的辣意，十分开胃。忘了，应该在里面放点干豆腐和土豆之类的。哼，等你想起来，黄花菜都凉了。老妈端进来一盘子切好的干豆腐，正是酱过的，好吃。对了，爹，明天我要出门一趟，大概2天回来。出门干啥去？是这样，一个朋友让我过去帮忙做宴席，15桌5000块钱。明下午我过去，晚上做，第2天回，或者当天晚上就回，还不耽搁第2天卖酱肉。少卖1天酱肉也不算啥，这几天也赚了不少钱。大晚上回来的，我和你妈都不放心。有地方住吗？有，对方准备。那就别回来了。那宴席要是晚上，说不定散了都要10点11点了。这乡下的路弯弯绕绕不安全。那也行，那我一早赶回来，也就是1个多钟头的事。家里这边你留下料包，明天把猪肉从张屠户那边带回来，你就出发。家里有我和你妈呢，误不了事。江浩在旁边打着呼噜，林小北却睡不着。3星办的任务看起来很容易，谁知道其中会有什么波折？想起之前做任务一直都给经验值，他还没用过，赶紧进了系统查看，看看以前完成的任务。不看不知道，原来从他回家这几天获得的奖励金额都已经有4500多块了。好家伙，这才区几天的功夫啊！何况根据系统的一步步指引，他们家卖酱肉这2天也赚了2000来块了。这放在过去，爹妈种地辛苦几个月也从土里刨不出来。林小北心里满满当当的，真心的感谢了系统3秒。
不客气。大黄，你怎么出来乱跑？没牵绳的，打嘎了都没人管。再说一次，我不是狗。经验值除了解锁新功能还有什么用啊？当然是抽奖了，鹅厂研发，有保底，有惊喜。欧皇一发入魂，你值得拥有。鹅厂的抽奖，99%的中奖几率都能抽不中，切，狗都不玩。一次性解锁所有一键切菜，需要80点经验。现在解锁还赠送食物花雕培训课程，是否解锁？林小北一愣，还有意外惊喜，能解锁全部的一键切菜，那明天的宴席他可就省劲儿了。食物薄厚、长短不一，成熟度就会有差别，而这多少会影响最终菜品的口感。他可是需要获得120个满意值才能完成任务的。自家人知道自家事，林小北这厨艺也就是路边饭馆的水平，味道过得去，但是能跟那些大厨相比，那是胡扯。将细节处理好也是成功的一部分。林小北跟着老板学做饭，也就做各种的家常菜，什么雕花、摆盘啥的，压根不需要。所以这方面林小北啥也不会。现在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培训，林小北当然不会放过。只是他纳闷，这个培训究竟怎么培训？林小北点了确认之后，他整个人就仿佛被一个巨大的吸尘器吸走，再睁眼已经出现在了一个巨大空旷的广场上。他面前还有一张桌子，还有一把雕花刀和几个萝卜。都认真听讲，学不会不许下课。还真是上课，学不会还不许下课。哎，既来之则安之。只是从没接触过雕花的他，从一开始就磕磕绊绊，手比脚丫子都笨，这让林小北简直悲愤交加。我还就不信了，我连个萝卜花都雕刻不好。昨晚上那究竟是个梦，还是真实发生的？他竟然在梦中花了1000年才学会了雕花，不是单纯的装饰用，而是一些十分高明的立体整体的雕刻。回想起梦里的一切，林小北手蠢蠢欲动，很想现在就雕点。今天他还得去赶集，一锅是酱肉酱排骨，一锅则是酱鸡架。摊子一支起来，就已经有人围了过来，都是这10里8村的人。他们的酱肉因为味道特别好，短短几天就有不少买过了，大家口口相传，已经有了些名气。随机任务，接待20个回头客。20个回头客应该不难，竟然也是3星级的。但是既然能上3星，应该会有一定难度的。不过随着数字一个个的增加，林小北放下了心。这才刚刚半小时，就有了7、8个回头客了。看来完成任务应该不难。大家不要买他家的酱肉，他家的酱肉不干净，用的都是死猪肉做的。林小北和江浩眉头一皱，这是谁在胡扯？那是个年轻人，看着有点眼熟，但是他们不认识这人。他们这几年都是外出打工，这人看着比他们还小几岁的样子。3年前，对方年纪只会更小，他们怎么会和这样的孩子结仇？说啥呢？你家酱肉的猪不兴宰了，直接活猪入锅。林小北更想知道这个半大孩子究竟是哪里来的。不，我说错了，他家用的是病猪肉，那些肉都是他买的便宜货，要不然这酱肉怎么会这么便宜呢？啊，真的假的？这是病猪肉？我买过，肉很好吃，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还是再看看吧，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也是这个道理。等等，这肉便宜吗？只能说不贵，比较实在的价格。今年猪肉涨价了，这肉算是没怎么涨，但是也不见得就是病猪的价格吧。小伙子，你有什么证据吗？大家也不好糊弄，不能随便栽赃一下就能断了人家的生意。各位，既然有人说我这肉有问题，那我就来证明一下。怎么证明啊？我现在就切给大家看，同时也教大家怎么辨别病猪。猪肉先看表皮，病死猪肉表皮上一般有形状不同的疹块、斑点、出血点，甚至出现暗红色弥漫性出血。看看我这酱肉，虽然上面有一层酱色，也能看到底下肉皮本色是干干净净的。若是出现刚才的那些问题，就算是酱色也掩盖不住的。也许你是把有问题的猪皮剔掉了呢。我这里的酱肉都是5花3层的肉，不带着猪皮那不是少了快乐。可不是嘛，这酱肉就吃的5花肉，一大块纯瘦肉，那口感可就差一些了。其实碰到有不良商家剔掉肉皮的也不怕，我们还可以通过观察猪肉的脂肪来判定是否是病猪肉。病死猪的脂肪呈粉红色、浅玫瑰色或红色等异常色泽，而健康的猪肉脂肪就是白色。第3，要看肉本身有没有弹性，病猪肉没有弹性，且还有血腥味、骚臭味以及其他不好的味道，那些气味即便是用重料，也不见得能完全压下去的。林小北手中刀起刀落，将刚切开的半块肉切成了整齐的肉片。各位可以试吃一下。这就不用了，小伙子，我们信你的话。我也信你，我都吃了半辈子猪肉了，这肉是好肉还是病猪肉，还是能分得清的。小伙子，你是不是得罪人了？刚才那个一看就是过来找麻烦的。那兔崽子呢？就这么快？看我不把他想打出来，算他拉得干净。哎，现在这些人良心都坏了。肉我不吃了，给我来2斤。我也要。系统提示音在耳边响起，不过林小北没工夫看。卖酱肉的同时，
林小北也在推销着自己的新品酱鸡架。这和酱肉是一个汤不？是的。那不用尝了，直接给我装10个。因为下午有事，林小北带的肉不多，再加上刚才这么多人买，还没到11点就全部卖完了。用不用我跟着你一块去？就是你去做宴席，来回我开车，你趁机休息一下。多谢了兄弟，不过不用，1个多小时而已。那行，我下午就跟着林叔帮忙，反正我回家也没事干。行。江浩开车直奔李村，林小北装作闭目养神，其实是为了看看任务完成情况。刚才太忙了，2个任务完成他都没工夫看。第一个任务，奖励经验值10点，金钱88元。这个1星的任务没啥难度，也没花几分钟，算是白捡的。第二个任务，因为超额完成任务，奖励翻倍，奖励经验值50点，金钱3888元。咋了，老北？突然这么高兴？嘿嘿，我是没想到鸡架居然卖得这么好。哈哈，确实挺好。林小北和江浩去李村买了猪肉回家，匆匆吃完午饭后，林小北就开车上路了，还专门带了一份料包。这酱肉是他现在最拿得出手的东西，他想要靠着酱肉加点满意值。今天过寿的陈光宗老爷子家里3个儿子，大儿子是玉县县长，2儿子在外经商，3儿子是个导演，也就是赵哥的老板。此时陈导还有他2个哥哥都坐在客厅里，2个哥哥脸上带着不满。老三，给咱爸过生日这事可不是小事，你不让我们请厨师，你请的厨师又到现在都没来，这算怎么回事啊？是啊，老三，怎么个章程？你给我们也说说。原本咱们一家人自己人吃顿饭就可以，是你们招来了这么多人，我请的厨子下午就能到。我可是想请省城的名厨过来的，你请的那个人能和名厨相比？嗨，那些什么名厨不名厨的，做菜中看不中知。我倒是觉得请一位村宴厨师就很好，知道咱们村子里的口味，不会做一些华而不实的菜。何况你那个要花不少钱吧，然后食材又是一笔钱。大哥，钱都不是事，我来掏钱。老二，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关键是要咱爸和亲戚朋友们吃得好，那些大饭店的味道，咱们村里人吃不惯的。大哥、二哥，你们也不用吵了，我这边人不会换的。为啥？到时候就知道了。这事也是为了咱爸，咱爸这些日子都没啥食欲，等着厨师来了，咱爸就有食欲了。林小北急匆匆赶路，12点半不到就已经找到陈家。什么人这么不懂事，在人家吃饭的时候上门？应该是小北兄弟来了，我去开门。等看到赵同虎带进来的年轻人，老三，这就是你请的人？你也未免太儿戏了，弄这么个孩子，做没做过菜还两说呢。林小北吧，第一次见面。您就是我赵哥的老板吧？我这手不干净就不跟您握了，我能先看看厨房和准备的菜吗？林小北一来就要看厨房和食材，这一点让陈导很满意，他喜欢这种直奔主题不墨迹的年轻人。厨房，老弟，这是做请人垒的灶，你看看合用吗？有什么不合适的或者要增加的？就这样，能用。村子里我们请了几个帮忙的，我现在就将他们喊来。今天做什么菜？有菜单没？这我还真不知道，我带你回屋里问问。稍等，我做一道菜，一起送过去。他这么年轻，大家都心存怀疑，这时候要做几道菜来让大家尝尝，如果不合口味，那就及时一拍两散，也别耽误了人家的大事。林小北手脚麻利的做了一道焦溜肉段，一道毛葱炒鸡蛋。我做了2道菜，陈导你先尝尝合不合口味。大哥、二哥如何？不错，好，就是他了。其他人也夹菜尝了尝，都有点不解，这菜还不错，但是并不惊艳啊，怎么这俩人这么激动？连林小北自己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别的菜你看着做吧，但是一定要有溜肉段、黑白菜、尖椒干豆腐、垮炖鱼这几道菜。您放心吧。老二、老三，你们也觉得这味道？我没想到还有这么像的，这下咱爸能吃顿好饭了。他们母亲去世好几年了，以前自己父亲过生日，桌上必定有几盘菜是他妈做的。这2年，老爷子每年在自己生日前后都吃不下去饭。老三，这件事做得好，希望爸今晚上心情能好一些。林小北出来之后就忙起来了，挑选方正整齐的五花肉，切成方块，一半放到锅，再丢下秘制酱料的料包，另外一半焯水洗净之后入油锅油炸到肉皮皱起，再切成大片，肥多瘦少的肉片腌制上，等入味之后上锅蒸透。这个肉要多腌制一会儿，这样做成的粉蒸肉才会入味。林小北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外面几个帮厨在灶台边边洗菜摘菜。你们发现没有，这个厨师挺厉害啊。咋了？我没注意啊。陈家怎么请了这么年轻的厨师？这做的菜能好吃吗？估计是为了省钱。那不能，陈家那3个儿子，一个比一个有本事，还能请不来一个好师傅。我也觉得。对了，你刚才想说啥来着？你们没发现这厨师的刀工很厉害吗？刚刚我端进去的那一盆土豆，这都已经切成丝端出来了。我看看，嚯，这刀工是真厉害。嘿，这可有热闹拍。
这可有热闹看了。啥热闹？你们不觉得这宴席只有我们几个人过来帮忙有点奇怪吗？以前有宴席的时候，主家可是要请不少人帮忙，除了咱们这种摘菜洗菜的，还会有人切墩的配菜的。还真是，这些人要么在村里请刀工好的，要么就是人家村宴师傅带着自己的徒弟们来，咱这厨师就一个人来的，这能行？这乐子可不好笑。宴席办得好，主家给的红包才厚，而且陈家人也挺厚道的。就是啊，不是这个，其实陈家也请这些人了，但是邻村那个马大厨，你们知道吧？知道，谁都知道他菜做的还行，偷东西也一流，20桌的食材能给你整成15桌了。哈哈，厨子不偷五谷不收，不过他这个人确实不咋地。我听我亲戚说了，哎，你们别往外传了。听说那姓马的之前找上门来要给陈家做宴席，结果被人家陈导给拒了。那是，人家见多识广，肯定不能用他。要是用的大厨，姓马的也就认了。当不知怎么传出去，是要从外面请一个年轻后生来，这姓马的就不干了，当下就放了话出来。啥话？他要给这年轻人好看，这周围几个村能帮忙切菜配菜，谁要是有人来帮这年轻人，以后就别想在这一行混。他这人咋这么霸道？艾玛呀，当个厨子，交给他能的。陈家也不是好惹的，他一个厨子就敢和陈家作对。他有外号厨霸呀，不过他不敢跟陈家作对。我听说他做好了准备，就等这边厨师干不了，他马上就来接手。到时候他把陈家老爷子的寿宴做得漂漂亮亮的，那陈家还能找他的麻烦吗？那来来回回的，可就是这个厨师倒霉了。是啊，人家接个活儿还要被欺负，尤其是陈家有名望，这活砸了，名声就坏了。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几个人对视一眼，都点点头称是，还补充了几句细节。好啊，马得水，这件事不要再跟别人说了。陈志刚回到别墅里，找来了哥哥兄弟，将刚才听到的事情说了一遍。他们没想到，竟然还有人敢在他们家老爷子的寿宴上动心思。一个村宴厨子，这是猪油吃多了吗？胆子竟然肥成了这样。我看他是活腻歪了，等过2天我就让人查查他。那现在怎么办？我们再去找点人帮忙。老三，你不用着急，你请的这个厨师还真挺有本事的。二哥这话怎么说？我刚才去看了看，那小伙子刀工不错，切得又快又整齐，虽然没有切墩的，我看他自己就能忙活得过来。要是我请来的那个大厨，可能真的就被姓马的坑了。还是年轻人有活力啊。林小北虽然有一件切菜金手指，也还是忙得团团转。赵同虎还过来跟他道歉，也跟着他忙活。林小北这才知道，竟然出了这样的事儿。几位平时在家应该也都下厨，不难的，就帮我把这些肉都一片挨着一片的摆好了。粉蒸肉不难，费功夫的就是将肉装进去。前面的凉菜1到3次爆冻，1道大拉皮，此外还有蒜泥白肉和肉皮冻。4道凉菜2荤2素也算是恰当。除了凉菜，还要有几道大荤菜。除了刚才让大婶们帮着装碗的粉蒸肉、蒸丸子之外，还有8大肘子，再加上他做的酱肉，这就有4道了。有这4大荤，加上4凉菜，再来4个炒菜，4个炖菜，最后再上1个汤，1道甜品，一共18道，好听又吉利。林小北开始炸丸子，丸子没有选择用肉馅，肉馅是方便，但是没有口感。林小北直接弄了一盆肉丁，放入各种调味料和淀粉后，又加了几个鸡蛋，然后在盆里反复摔打到成团上劲儿，再将切好的马蹄混进去，团成一个个拳头大的丸子。大丸子下锅之前，林小北先炸了一盘小鱼菜，一来是试试咸淡和肉质，二来也是看看油温。赵大哥，哎，咋的？来一起尝尝味道。我一个人试味，总还是不太准的。啊，真香！发现 C 级粉蒸肉腌料 ，C 级炖料，还真有用。刚才林小北用酱肉的配方，按着自己的理解拿来腌肉和做炖料。虽然因为配比不够精准，只是 C 级配料，但获得了系统的认定，让他确定自己做对了，以后肯定能试出更好的。晚上6点，4道凉菜已经先摆上了，院子里开始有了动静，客人们都已经到了。客人们差不多都到了，可以开始做菜了。好嘞，这就开始。别墅大厅里，老爷子在儿女们的劝下吃了几口菜，顿时愣在当场，随后一把着泪躺下。大家劝慰老爷子的同时，也在感叹：看看人家的儿子，就是孝顺，连这样手艺的人都让他们给找到了。马得水还在家里就等着那边抢了他买卖的年轻人撂挑子，他这边立马就接手。他不知道等几天就会有人来给他做个食品卫生大检查，而以后再不会有人请他马大厨掌勺。这肘子炖的可真好，肉皮劲道又入味，老带劲儿了。这肉皮冻好，肉皮劲道，皮冻入口即化。这鸡炖的真烂乎，我开始还怕塞牙呢，结果一拉这骨头，黑都脱骨了。不愧是陈家的宴席，
这菜不光味道好，还特别实在，关键人家菜还漂亮。对对对，那些去什么大饭店的，我都吃不饱，看着花里胡哨的，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正经玩意。等菜都上完了，我居然都没吃饱，还得再来一份炒饭。现在年轻人就讲究个什么酒店名菜呀，摆盘啊，那一桌10个人，8个虾，谁吃谁不吃啊？这可真是实在的一桌，摆着不光好看还好吃。一会儿去跟厨师要个电话，我家过年也摆几桌。终于，桌上的几个肉菜都上齐了。快快尝尝这个，我儿子说这个好吃，提醒我一定要多吃2块。哪个儿子啊？好像3个人都提过。老陈，你是不是忘了到底是谁了？什么又这么好吃？还至于你3个儿子一人来嘱咐你一遍？嚯，这又……这也太好吃了吧！这酱肉的味道，算是我这几年吃过的最好的了。此时，林小北那边的宴席制作已经进入尾声了。一直没管系统密集的提示音，他头顶一直顶着代表满意值的数字，快速跳动着。最终，这个数字停在了111上，就再也不动了。想到任务完不成，他的钱就是失去一部分，他就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了。北弟，我有个事和你说，你这边是不是还有个面条？对的，毕竟是寿宴嘛。老爷子那边的面不需要太复杂，1碗鸡丝面就行，窝个鸡蛋。这么简单？对，就这么简单。老爷子每年过生日，老伴都是给他做1碗鸡丝面，不过老太太去世几年了。行，我知道了。顺便，酱肉还有吗？我老板给他留点，他没吃够。有，就这个做的最多，还能切4、5盘。鸡丝面很简单，现煮鸡胸或者鸡腿撕成细丝，一同调味，再加上一个卧鸡蛋，抻了1碗1根面，短短几分钟，这碗面就端上桌了。分量不是很多，细细长长的一根面条，许的是长寿的意思。老爷子吃了一口，就觉得满口生香啊，真香！年纪大了，什么大鱼大肉，什么山珍海鲜的，都不如面前这一碗面条更香。林小北抹了一把汗水，总算是将这一场寿宴熬过去了。可惜他的任务，林大厨，咱们也该开饭了。哦，林小北眼睛猛地一亮，林小北感觉还是被狗系统坑了。130个人的宴席，居然要120分满意。林大厨，咱们也该开饭了。哦，天无绝人之路啊！头顶的数值蹦到了117就不动了。仔细数了数帮工的人数，1、2、3、4、5、6。林小北彻底无语了，他怎么就光顾高兴了？算来算去到现在还差3个，白高兴了。老弟，你咋了？是不是太累了？没事，就是不太饿。早知道还不如带江浩来呢，起码还能再多一个满意值。不过好像也没什么大用。宾客逐渐散去，林小北也接受了任务失败这个事实，只盼着一会儿能少扣点钱，最好能控制在5000块之内，不然这一趟就亏大发了。陈家3兄弟都过来了，感谢一番，每人发了一个红包。林小北的那个红包尤其的厚实，这是陈家许诺的5000块。老弟，你是要明一早回去吧？收拾厨房的事情不用你管，我带你去休息。对，大厨师快去休息吧。好好休息，就是这么好吃的菜，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吃到了。林小北在卫生间里简单洗了澡，神清气爽的回到了房间里，准备看看他的大红包。小北，你睡了吗？赵大哥，咋了？你刚洗了澡啊？那什么，是这样，有几位老爷子的朋友，原来是有陈老爷子的老朋友来庆祝生辰来了，他们是想要给老爷子一个惊喜，所以提前并没有说，只是打听好了日子直接过来。谁知道路上出了意外，道路结冰，堵车到了现在才到。林小北惊呆了，他就说系统怎么到现在还没判定任务失败，原来是峰回路转，竟然还有没到的客人。老弟啊，赵大哥，没事，我这就去。辛苦你了。不辛苦都是应该的。怎么会辛苦呢？这可不是麻烦，这都是给我送满意值的贵客啊，我一定会招待好的。又忙活了1个多小时，林小北头顶的满意值已经达到了123，哈哈，完成任务了。3星半的任务，奖励很丰厚，8888元现金，100点的经验值，还有一个额外的奖励，是个菜谱，叫做空心琉璃丸子。虽然奖励我很满意，但是大黄，传说中的稀有道具掉落呢？那是写着好看的吗？宿主，请端正你的态度，你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什么叫稀有？随随便便就让你到手的能叫稀有吗？好吧，也就是我好说话，你是没见过其他系统挨打。第二天早晨，陈老爷子，小北，你要走了？是啊，要赶回去，家里还有事呢。这一趟可真是麻烦你了。不麻烦不麻烦，陈先生给我钱了呢，而且陈先生真是我的贵人呢。这话怎么说？林小北说了一下自己老板投资失败跑路，自己半年工资泡汤，这一趟陈先生许给他5000块，他家过年前的日子就没问题了。这孩子，这么大的孩子，大多都在上大学呢，平时能帮着家里做个家务就不错了，他却已经工作3年了，
这个红包给你，这一趟辛苦你了。老爷子，不用，陈先生已经给了我足够的钱，无功不受禄，超过的钱我不能拿。你拿着，我儿子给你的，是你该得的工资，我给你的是长辈给的红包。我是想啊，等你不忙了，多来我这里坐坐，给我老头子做几道菜。做菜没问题，钱我就不收了。林小北看看那厚厚的红包，可不敢要。您想这口了，给我打电话。出了院门，林小北一路狂奔回了家，到家的时候才7点半。爸妈，我回来了。哥，你可回来了，我们就等你回来吃饭了。正好，来帮我拿东西。小北，快来吃饭。耗子，东西放哪儿不用管了。哥，这些都是你买的吗？看起来都好贵呀。都有啥呀？我急着回来也没看，好像是有酒，2瓶老龙口，还有2条长白山777香烟，每日干果和巧克力。这烟不便宜吧？这条得100多，我们经理就经常抽这个烟，零买的15。这酒也不便宜，这是瓷瓶的，1瓶也得200。这么贵啊？林小北，这哪里来的？这是临走时候陈家老爷子塞给我的，这是陈家的那5000块钱。小北啊，你没拿错吧？这里面不是5000啊。啥？少了吗？不是少，是多了，这里面是8000。5000、8000，这可是差着3000块钱呢。我昨天也没点一下，估计是他们给错了吧。那赶紧给人打个电话，你们不是有那什么手机转账吗？快给人还回去，可不行多拿呀。林小北赶紧给赵同虎打电话过去，将这事说了。赵哥，你问问陈先生的账户，我把钱给他转过去。哈哈，听到笑声，林小北才知道电话那头换了人，是陈先生。小北呀，那钱没错，8000都是给你的。你这孩子心真大，拿了钱都不数一下，不怕我给少了？咋会呢？不过陈先生，咱们不是说好了5000吗？这咋还变成8000了？给我爹妈吓一跳。哈哈，你过来当大厨那是5000，但是昨天因为我们这边的失误，很多帮厨没有到位，多亏了你在才没有出问题。再者，昨天宴席很成功，现在大家都说我们陈家大气，做的菜好，连雕花都好吃，哈哈。林小北呀，8000拿着吧，那是你应得的。8000块，不管对于陈家老爷子还是陈家3兄弟来说都不算什么。那林小北不知道怎么说了。我还想着多加了一桌菜，今早上再给你加点钱呢，没想到你走得这么早，老爷子给你红包你都不收，这个钱你要是再退回来，我下回都不敢喊你来了。那我收下。陈先生，下次有事你还喊我，保证完成任务。那就这样。呼了口，林小北将事情和家人说了一遍。既然这样，那就收下吧。小北运气好，出门遇到的都是贵人。几个人吃完了早饭，林小北带着老爹和江浩去卖酱肉。林小北家的酱肉现在也算是有名气了，味道好，价格也不贵。现在除了酱肉之外，还有酱鸡架，几百只的酱鸡架，因为便宜味道好，卖的比酱肉还要更快。才短短2个钟头，他们就销售一空。回来的时候，不光带着猪肉，又去买了鸡架。村子里看着林家又开始冒出香味，都凑在一起聊了起来。这林家最近是在做酱肉吗？我从他们家后面过，都闻到香味了。我也听说他家在李村那边，一天买1口大肥猪，这生意指定很好。那林家算是熬出来了，生了一对争气的儿女。是啊，小北和安安学习都好，当初我还觉得小北没上大学怪可惜，现在看看，这有本事的孩子干啥都能成。我前2天看到他们家在集市上卖酱肉了，那人围的，这一天不得卖个上千块钱的，那可是真的赚的不老少啊。村民们议论纷纷，唯独老眉头闷不作声，转身回了家。回家之后，老眉头就开始喝闷酒。一大早的，你喝啥酒啊？这都要过年了，家里还有好多东西没买呢，你也不去集市上转转买回来。过2天大闺女就回来了。不去，老二呢？还没起呢，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都睡到11点才起。睡，就知道睡，挺大的人了，白天不起，晚上不睡，还能干个啥？去把人喊起来。干啥啊？你发啥邪火啊？你看看隔壁林小北，虽然没上大学，但是已经能赚钱了。听人家说每天都赚上1000块，那1个月不得赚好几万啊？你再看看你这宝贝儿子，钱倒是不少花，一天天要买这要买那。咱儿子可是大学生，你看看这村里有几个，就这一个大学生不得值个几万块。等咱们老二大学毕业上了班，那工资是高中生能比得了的吗？老眉头不说话了。哼，儿子考上大学，那给你挣了多大的面子啊？你还让他起来帮你干活？咱儿子那手是干活用的吗？可就算他是大学生，也不该这么懒散。你看看隔壁林小北。我呸，那林家的儿子好在哪里了？大学都上不了，生来卖苦力的命。他和江兰可是一直都不和，两家一直都较着劲。从当年的2个媳妇
到如今的林小北和没有钱。哼，你也不要什么都看姓林的儿子好，我可是听说了，前几天就有人说他们家的酱肉有问题，什么大家都爱吃，我看80%是放了什么不该放的东西了。这话没证据可不行乱说。怎么就没证据？中午吃过了饭，林小北和江浩就开始准备今天的酱肉。赵爷爷，赵哥，快进屋上炕暖和暖和。来，正好我们家的熏鸡架熟了，帮我们尝尝。老林啊，你家这鸡架看着就香。这鸡架不值钱，都撒开了吃。孩儿他妈给我们开瓶酒，再给我们切点酱肉。这酒不错呀，老林，你家这日子果然好了。我哪儿喝得起这么好的酒？这是小北的老板给他带回来的，正好你来，就一起尝尝。老林，今天来也不是别的事情，老闻到你们家这酱肉的香味，今天来就是买点酱肉的。这好办啊，先尝尝味道，爱吃再买。不过不是我吹，我家小北这手艺。老爹平时的话并不多，但是一到夸儿子，秒变话痨。走的时候，赵大爷买走了10好几斤的酱肉，鸡架也买走了20只。晚上江浩还是住在了林家。江浩，你跟我说说你工作那边的事儿呗。江浩好半天没话。小北，其实我这几年不是找了啥工作，而是在影视城那边当群演呢。啊，真的？咱们这种高中生也没有啥好工作可以做，我出去找了几份工作，最终都没干太长，2年多前我就去影视城那边了，跟着几个认识的伙伴一起去当群演，这一干就是2年。群演好干吗？有啥好干不好干的？这年头钱难赚享难吃，都想着混成个演员出名赚大钱，但那真是凤毛麟角。就咱们省那个影视城，一个从群演成角的人物都没有。我就是拿这个当个职业，等岁数再大点，大不了回来开个店啥的。那赚得多吗？总比土里刨食强。运气好的话，赶上一个剧组能带几个月，每天管饭，给钱多的一天有100多，少的几十，一个月下来也能攒个1、2千。那也还行。你看我半年没拿到工资，年底一起给，这不也打水漂了吗？打工就是不容易。主线任务到新的城市创业，任务完成将获得海量金钱奖励，还有随机珍稀道具掉落。任务失败，随机减少现有资金。不愧是主线任务啊，居然是6颗星。这任务和林小北的想法也是不谋而合。有了系统，肯定不能再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打工人。第2天是男装大集，这个集市人最多，所以带来的不光是酱肉、酱鸡架、熏鸡架，还有不少的酱菜。和往常一样，他们一摆好摊子，就围上来不少的食客。大家别买他家的酱肉，他家酱肉里放了不该放的东西。谁在胡咧咧？上次就有一个年轻人造谣，想要坏了我们家的生意，怎么又来？我们家酱肉还没好到了这么招人恨的地步吧？年纪轻轻不学好，在酱肉汤里放那种东西，缺德！呸！这位大婶，你在说什么？什么是不该放的东西？你可不要胡说！我不知道我们做生意妨碍到你什么了，1次2次的还没完没了了。知道有人刻意抹黑林家酱肉，大多数人都是不信的，少部分狐疑的人则是看向中年妇女。你说他们用了不该用的东西，他们到底用啥了？你明说。这位大婶，现在可不是过去，想要抹黑别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行了。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这样胡说，已经造成了我的经济损失，现在我们就报警。对，报警。我们是不亏心不怕叔叔，就看你了。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别以为你们人多就厉害。还有你们这些人，我好心好意的提醒你们，既然你们不识好人心，那我也犯不着当烂好人。这妇女边走边骂，很快就扎进了人群中，不见了踪影。有病吧这人！一看就是故意抹黑的，当别人跟他们一样。就是长得一副老瓜样，还敢黑别人。来，兄弟，别和这种人置气，先给我来5斤酱肉，再来10斤酱鸡架。好嘞，今还有新产品熏鸡架，因为口碑不错，味道也好，所以很快这一锅酱肉就卖了大半。至于酱鸡架和熏鸡架，更是早就卖光了。尤其是熏鸡架，因为第一次做也就100多只，所以到了后面都是限量1个人只能买5只，才保证了大多数人买到。才2、3个小时，东西都卖完了。是啊，现在赶集也是一整天了，要不我们下午也去卖？我觉得也是，一上午就卖了3、4千，利润也有1、2千，算是忙点累点都值。也就是过年前能这样赚钱，平常日子可不能有这么多的人来买，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只能等明年了。当场林小北3人就商量好了，全家都动员起来。林家一家4口，再加上来帮忙的江浩，分成2波，一波去卖酱肉，另一波在家制。一连忙活了3天，到了29这天，今天下午就不做酱肉了吧？啊？为啥？明天都30了，咱们也该去逛逛街买东西。咱们一开始不也是要过年前赚上一笔，好过个肥年吗？看看这几天都忙糊涂了，就听小北的。妈，咱们这些天赚了多少钱？说起来你们可能都不信，咱们这些天赚了2万出头，如果再加上小北拿回来的那8000，足有3万块。这2万里，最后这3天才是大头，每天5、6千的纯利润，虽然累坏了，但是也赚嗨了。
林小北给江浩转了2000块过去。怎么给我这么多啊？按照他们之前的约定，江浩帮忙1个月给3000，这工资在他们这地方已经算是非常高了。我总共才帮忙1星期，顶多拿1000吧。咱俩还说这个，过了年咱俩可还要一起去打工呢。那行吧。浩子啊，老妈也摸出了一个红包塞给江浩，这是我和你叔给你的。婶，您咋还给我红包呢？我又不是孩子。20出头，这不还没娶媳妇吗？不是孩子是啥？快拿着，这些日子就数你干的最多了。妈，我也帮忙了，红包有我的没？有，见钱眼开的小丫头。江浩还要推迟。小北啊，明天不卖酱肉了，那跟张屠户订的猪咋办？爹啊，咱们也要过年啊，我这就去将猪拉回来。浩子，走上车，我顺便送你回去。江浩回到自己家，打开林小北妈妈给的红包，发现里面是500块。江浩鼻子一酸，他自己在家就是爹不疼娘不爱，一头倒在自己无冰凉的炕头，想着前几天林小北和他的事情，心里热乎乎的。挺好，那就跟兄弟一起出去闯闯。另一边，林小北老妈在收拾大肠，肥肠好吃，收拾起来却很麻烦。老爹则是在旁边蹲着清洗猪肝。哥，爹妈都干活，怎么就你不干活呢？你跟我帮不上忙，等明天做年夜饭的时候才是我的主场。好吧，那你可要多做几个好菜。行，我妹想吃啥就做啥，今晚把猪肝吃了，再炒2个菜。哎呀，早知道今晚吃好的，应该不让浩哥走。没事，他以后有的是机会吃呢，而且他还不回去，他家那些哥哥嫂子们又要找茬了。他家人真麻烦，还有隔壁的没有钱和他妈。确实，此时隔壁的梅家，你怎么这么不要脸？老婆子，你干什么？小月快带着你男朋友进来，这大冷的天。看到自己父亲态度正常，梅月这才拉着自己男朋友进了屋。别生你妈气，她也是担心你。小伙子哪里人啊？叔叔您好，我叫郎静，我追了他3年，今年才在一起的。媳妇，你说句话。他现在都没明白老婆子在闹什么，闺女都24了，找对象还不是应该的。而且小伙子看着不错，就算是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也不用这样过激啊。别跟我这个那个，你们俩不能在一起，赶紧给我分了，该干嘛干嘛去。阿姨，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我已经给我女儿找好了对象了，他俩指定结婚的，你赶紧该回哪儿回哪儿。妈，凭什么呀？若是我没有男朋友，您安排相亲，我去就是了。但是我有男朋友，我们已经决定在一起了，您凭啥还要让我去相亲啊？凭啥？就凭我是你妈。你那个相亲对象叫杨伟，我都已经去他家看好了，他家有奔驰，还有3套房子，还有一个家具厂，你过去就当少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哈哈哈，姐，你要嫁给杨伟那个傻逼了？杨伟怎么回事？爸，杨伟他家是有点臭钱，但是他吃喝嫖赌样样在行，而且他还家暴，他上一个媳妇就是被他打跑的。什么？结过婚还家暴？你怎么看的人？老梅头原本以为孙翠娟是被人给骗了，没想到张翠娟嘴一撇，结过婚怕什么啊？又没有孩子。再说了，人家那么有钱，不是因为结过婚能轮到咱们家这条件吗？人家一听是你就同意了，还能给30万的彩礼钱，正好给你弟弟买辆车呢。孙翠娟这话可是将其他人都给震惊了。妈，你让我嫁给一个2婚的家暴男？什么家暴不家暴的，两口子过日子，哪有炒勺不碰锅沿的？我和你爸结婚这么多年，不也打过吗？床头打架床尾和，咱们乡下姑娘哪有那么娇气？梅月眼圈顿时就红了，她看着自己母亲，眼里满是失望。老梅头也很愤怒，自己媳妇对俩孩子是有区别的，他是知道的，但是儿子年纪小，做姐姐的让着一点他也能理解，但是如今这样却是出乎他的意料。不行，我不同意，咱们姑娘自己有男朋友，为啥要找个2婚的？家里顿时剑拔弩张。我们走。可现在我们走不了啊。不说现在已经是晚上，就算是明天白天他们也走不了，明天就是大年30了。最后老梅头没办法，把梅月和她男朋友领到了林小北家。这是在做饭，好香啊。这家人厨艺这么好吗？我林叔家的小北弟弟是个厨子，不过我也没吃过他做饭，闻起来应该是不错。老林啊。随后老爹就出来将他们迎了进去。别看两家媳妇不和，老梅头和林老爹关系还是不错的。老梅头找林老爹在里屋聊着正事，梅月就跟自己男朋友和林家兄妹聊着天。林小北端过来一盘地3鲜。安安，拿筷子，咱们先吃点。不端进去吗？大爷来肯定有事，等会儿菜都凉了，还不如咱们趁热尝尝。正好小月姐回来了，还带着姐夫，快尝尝我的手艺。郎静对林小北的感官很好，这一声姐夫让他浑身舒坦。相比之下，没有钱看着自己姐姐挨打无动于衷，还想拿自己姐姐换钱，简直不是人。安安在旁边看出了梅月的情绪不对。小月姐，你怎么了？没事。有什么不能说的？郎静当下就将事情快说了一遍。林小北简直不敢置信。那月姐你准备怎么办呢？郎静，我们结婚吧。可是你不是一定要你爸妈同意，然后两边各办一场吗？不了，我改变想法了。
以前我觉得我妈偏心我弟而已，现在看来，我在她眼里不过就是换钱的一件东西。不要这么想。郎静心疼地搂住了梅月。我们结婚以后偶尔回来看看就行了。不行，我们得赶紧走。我们都回来了，还是过了年再回去吧。现在应该也买不到车票。放心，有我在。郎静还是想给梅月父母留下一个好印象。你不知道我妈这人，在家里向来是说一不二的。我爸就算是现在反对，也会被我妈洗脑，最后答应下来的。林小北和安安都不好插嘴，就默默地听着。里屋，张老爹说完这件事，这孙翠娟竟然做出这种事。他梅大哥那个杨家我也是听过的，可不好相遇。我看孙翠娟想得好，到时候事情未必能和他想的一样，你们还白白搭上小月的终身幸福。我就是担心这个，而且小月都有男朋友了，我看着小伙子人还不错，大过年的跟着来咱们这乡下，人家就没嫌弃咱。那你咋想的？这是肯定不能听他的，先过年吧。也是。我们这些外人说了都不算，还得看小月的。挺好的孩子，可不能嫁给那样的人啊。屋里聊了很久，最后老梅头一人回去了。现在把女儿领回去，说不定还能闹成什么样子。郎静跟林小北挤一屋，梅月去了安安房间，也只能将就一下了。小北，你觉得我怎样才能获得梅月父母认可？张婶的问题突破点在他宝贝儿子身上，没有钱这个人思考自己的时候更多一些。你们要想顺利得到张婶的同意，可能要先得到她的支持。小北说的含蓄，郎静已经明白了，没有钱比较自私，怎么让他满意？除非他也掏30万出来给他买辆车，30万对他来说倒不是问题，关键是这样一个没良心的小舅子，凭什么？第二天就是年30了，一大早，孙翠娟冷着脸，梅月，跟我回去，一会儿跟我去杨家。妈，我说了，我有男朋友，我不会去相亲的。丫头片子，出去几年翻了天是吧？你信不信我抽你？连一辆车都给你弟弟换不回来，我真是白养了你。我告诉你，要么去相亲，要么你给我去死。妈，我在你心里就是给弟弟换钱的物件是不是？女人都是这样，要是不能给娘家换点钱，我早就把你送人了。孙翠娟，怪不得小月小时候走丢过2次，你是不是你？那又如何？姑娘就是赔钱货，我这不是也让她健健康康长大了吗？还让她上了高中。安安早就听不惯对方一口一个赔钱货的话。哼，让小月姐上高中，就是想要卖个好价钱吧？死丫头片子，有你什么事？信不信我撕你的嘴？你敢！孙翠娟，要撒一证就回你们家去，别在我们家撒。这里姓林，你敢动我姑娘一下试试，我先撕了你的嘴。看林家人都怒视着他，颇有他再说一句话就上来抽他一顿的架势，他也慌了。梅月，你现在给我滚回家！孙翠娟直接甩头就走。小月，别难受，一会儿婶带着你去赶集散散心，今年春节就在咱家过。江兰心疼地抱着梅月，梅月瞬间搂着江兰就哭了出来。郎静更是脸色阴沉，他陪着女朋友回来是因为尊重，但是遇到这样的未来丈母娘，一而再再而三要将他和女朋友拆散，且还要将亲生姑娘推到火坑里去，他是真的不能忍了。孙翠娟自己是个女人，却最重男轻女，她算什么母亲？小月，既然这里不欢迎我们回去吧。回去我们就登记，放心，他们不疼你，以后我疼你，我爸妈也都疼你。梅月坚定地点点头。我们走，不过现在肯定是没车的。郎静拿着手机打了几个电话。林婶，我还没赶过集呢，能不能带着我和小月一？林小北一家带着梅月和郎静体验这乡下春节的氛围。林家常摆摊的地方围了一圈人，他们家的酱肉因为老汤里放了不该放的东西，都被抓起来了。我前几天当众揭穿，他们还想要动手打我呢。缺德造孽的玩意，不得好死！林小北挤进人群，又让我抓到你造谣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抹黑我们，真以为我不会报警吗？放开我，非礼啊，耍流氓了！哈哈哈哈！背后造谣碰见人家正主了，报警报警！这种人就得给他送局子里过年，让他长长记性。不过也有一些人不信，这女的也不能平白无故的诬陷吧？你们也别冤枉了好人。是啊，一个巴掌拍不响，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二姨，怎么是你？小月，你怎么回来了？你还不快让这小子给我松开！梅月却没有动，反而是愣愣的看着他这位二姨。二姨，你刚才为什么要说这种话？什么话？为什么要污蔑林小北家的酱肉有问题？你是在故意栽赃？谁栽赃他了？就是有问题，你弟弟亲口说的。小北，你报警吧，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正好林小北的手机已经接通了，孙翠芬一看这情况，顿时就朝着地下一坐，开始撒泼。哎呦，这可是不让人活了！这亲外甥女啊，她将我往大牢里送啊！很快就有警察到了，带走了孙翠芬。林小北老爹老妈也一起跟着叔叔回去说明情况。等林小北回到村子的时候，派出所已经来过，还将孙翠娟和没有钱都带走了。真是没想到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啊，应该就是嫉妒吧。不过到底是一个村的，
你们又是邻居，这孙翠娟打架过来就和你妈不对付，这么多年了磕磕碰碰的，希望她这次能长点教训吧。林小北和村支书聊完，村支书的意思是饶过他们一次，林小北同意了，因为就算他不同意，他知道爹妈那边肯定也会这样选择的。不过这一次事情闹成这样，没有钱母子估计得在号子里过年了，派出所那边肯定会留下案底的。郎静，咱们带回来的那些东西，我想送给小北和安安。好，你不说，我也想这么干的。还好听你的，没告诉我爸妈你的真实情况。放心，对我老婆不好的人，我是不会让他们占到半点便宜的。机票买到了吗？我想回家了。虽然林家对他们很好，但毕竟不是自己家，而且他们在这里恐怕也影响人家。已经弄到了，明下午的飞机，我们注定在这里过年了。到家之后，小北，姐夫求你件事啊。嗨，啥求不求的，姐夫有事你直接说。我和你小月姐明下午的飞机，能不能麻烦你送我们一趟，到县城就行。啥？明天就走？你俩多待几天呗。你看我们这买了这么多的炮仗，还准备了好多好吃的呢。小月姐，你好不容易回来了，就当是陪陪我，多玩几天。机票都买了，要不然这样，明年中考完检带着你去京城旅游好不好？好吧。等老爹老妈回家，林小北已经炒了一大桌子菜，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吃了年夜饭。吃完饭，梅月回自己家抱了一堆东西回来，有一些补品是给老爹和老妈的，一部遥遥领先的新手机给了林小北，至于安安的，则是一条很漂亮的手链。这些是给你爸妈的吧？回头我给他们送过去。不是的，这就是给林叔林婶的。两位可千万别给他们，要给他们了，我得憋屈死。小月姐，这手机是给没有钱的吧？这可是遥遥领先，林小北从来没考虑过这么贵的手机。以后你才是我们的弟弟。对，你别嫌弃就好。那小月姐，我这个是给谁的呀？那就是给你买的，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还能是谁的啊？那我就心安理得的收下了。安安顿时美滋滋的戴上，晃晃手腕，满心的喜欢。过了午夜，喧闹的外面慢慢的安静。开局激活餐饮系统，没钱又不得不创业的林小北，开启了他工地卖盒饭之路。春节就是吃喝玩，很快就到了初六。江浩准备离开，来跟林小北道别。他接了个有一句台词的群演的活，得马上赶去影视城。林小北想了想，也要一起出门。你也去？本来我和耗子就要一起去打工，而且也初六了，出去也不算早了。老爹老妈给两人准备了几大包东西，都搬到了车上。两人轮番开了将近12个小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江浩打工的地方就在影视城里，群演多，周围也就繁华，出租房屋，售卖各种影视剧需要的服装道具，还有餐馆等等。江浩原本是和其他群演租住在旅馆，一个房间有3、4张上下铺，同时能住6到8个人，就像是宿舍一样。主要图个便宜，1个月600的房租，有电有热水，很适合没有钱来闯荡的人。林小北跟着江浩去他住的地方转了一圈，直接拉着兄弟出来了。那房间里脏乱差，爱干净的林小北受不了和这么多人住在一起，后来还是在附近找了一个大院里的一间平房，住2个人没问题。地方有点偏僻，但胜在价格便宜，而且有地方停他的7手金杯。江浩安置好行李，就跟他群头联系赶工去了。林小北则是将车里的东西搬进来，将2张床铺收拾好。他已经跟着江浩出来了，现在要好好规划一下下一步要做什么。主线任务是要求他创业，但是具体做什么还没想好。但是有一点不会变，他是个厨子，肯定做相关的事情。这边的餐馆还是很多的，一会儿吃了饭就出去转转，看看周围有什么地方招工的。林小北坐起身，准备给自己煮包面吃。主线任务靠自己的烹饪能力开一家店。开一家店，这也太看得起我了。我身上满打满算就1万出头，开一家店那可没那么容易。店面、服务员、装修，这可都要钱。大黄，出来聊聊。没反应，难道大黄这狗系统也要打几份工？系统的任务从来都没有选择性的，好在没有时间限制。江浩6点多就回来了，这一天工资120。你这工作也不错呀，完全现金流。这算什么现金流？那些开餐馆的老板才是现金流。一提到开餐馆，林小北情绪瞬间垮了下来。你咋了？林小北没办法说出自己的真实情况，系统这件事也不是人人能接受的，何况他还怕走漏了消息，被人拉走切片。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呢。哎，走，今天我请你下馆子。啥？哥带你下馆子去。你是谁哥呀？我才是你哥。哎，别乱花钱啊。咱们说好的，哥飞黄腾达了带你下馆子，你忘了？林小北哑然，他们俩年纪相当，差不了几个月。之前上高中的时候还是同学兼舍友，何止是想当对方哥哥，简直想当对方爸爸。好，我们去吃。就这家吧，我有一次晚上下了夜戏，饥肠辘辘的从这里经过，里面传来的香味让我差点流出口水来。行啊。他们点了3个菜，干烧鱼、尖椒干豆腐，另外还有一道香辣肉丝，都是下饭的菜。不过等菜上来之后，江浩吃了一口，顿时脸上露出了不对劲儿。怎么这味道不咋的？
也不知道是我当时是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做的远不如你做的好吃啊。江浩又尝了几口，是我之前想多了，还想带着你吃顿好的，结果现在知道我厨艺好了吧？确实好，你要是开个饭馆，肯定能赚大钱。我也想，可是开餐馆可要很多钱的，我哪里开得起？其实也不一定非要开餐馆。啥？盒饭那种盒饭你知道吗？其实我们这种普通群演基本是不在这种餐馆里吃饭的，这是那种有点名气的人才来的。群演也分很多种，混得好的在剧组吃，没剧的时候也下馆子；混得差的就是江浩这种，要么吃剧组，要么吃泡面，偶尔吃个盒饭。听了江浩的话，林小北却眼前一亮，街头的流动摊子卖盒饭，这个我可以啊。他手艺是绝对没问题的，金杯车之前就是餐馆里卖盒饭用的，只要收拾一下就能马上投入使用。兄弟，还得是你，这可是解决了我的任务难题了。至于开一个流动的盒饭摊子算不算是开一家店，那就看系统怎么判定了。就算暂时不是，也能积攒经验，积攒客人，到时候他攒够了钱也能开个店。任务这不就完成了吗？解决了心头的问题，林小北瞬间心情好了不少。两个人一起干完了3桶米饭。回到出租屋，林小北拿起一张纸开始列单子，将开一个盒饭摊子需要的东西都列出来。锅碗瓢盆是不够的，一个厨房是必须的，餐盒是日常消耗，食材需要新鲜还要便宜，米面粮油各种调味料也需要准备。看林小北列了好长的一个单子，江浩知道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就没再打搅他，自己先睡了。林小北忙活到很晚。第二天一早，林小北找到了这院子的房东，跟他聊起厨房的事情。小北啊，你是厨师？是，以前在餐馆工作，今年回来想自己干点啥，就跟着我兄弟一起出来，想要开个盒饭摊子。那可是巧了，你跟我来。房东带着林小北到了隔壁院子，这院子厨房一直都是空着的。林小北满脸惊喜，虽然这厨房好久没用了，看着有点脏兮兮的，但是打扫一下就好了嘛。这厨房平时也用不上，不过比你们住的那个房间大多了，暖气热水都有，一个月也1000块，你觉得咋样？要，我租下了。1000块不算贵，这个厨房面积不算小，而且还有一些设备，里面还有一个隔间可以当储藏室。签订了合同之后，林小北就开始大扫。江浩下午没有活，中午回来也跟他一起收拾。总算干完了，累死了。晚上做几道菜款待我吧。没问题。要我帮忙吗？不用，回去等着吧。半个小时后，江浩不敢置信的看着面前的2大碗饺子，抬头看向林小北，这就是你做的菜？嘿嘿，咱们今没买菜，你忘了？行，明我去买菜。不用，明一早我先把你送过去，再去买菜。转天起来，林小北起了个大早，还薅上迷迷糊糊的江浩，将他丢到了影视城门口，才扬长而去。等江浩终于清醒过来，已经是10分钟之后了。林小北，这特么才6点，根本还没开工呢。林小北来到了一个早市批发市场，这个批发市场东西便宜，就是路有点远。这里的菜果然很新鲜，而且真的比菜市场便宜。回大院的路上，林小北还顺便拐弯办了个证。一切都弄完，回到大院的时候，都已经快11点了。林小北将买来的食材都搬下来，直接开始蒸菜炒菜。别看他就一个人，但是有一件清洗，又有一件切菜，剩下的就只有配菜和烹饪的时间。第一次就是试水，不用做太多份，8个菜，2个大荤肉丸子，红烧鸡块，2个肉炒菜鱼香肉丝，青椒肉片，4个纯素菜。将8个菜和米饭都装好，准备好了牌子，林小北开车直奔了影视城。让他郁闷的是，影视城这边11点多就开饭了，而现在大多数人都已经吃饱了。林小北只能调转车头，看看别的地方还有没有商机，不然这些盒饭可就浪费了。车子转到了另外一条路上，旁边是一个工地。任务将盒饭销售一空，任务完成将获得海量金钱。咦，系统给任务了？没时间仔细看，林小北赶紧把摊子摆出来，吆喝了起来：盒饭了呀，吃盒饭了，有荤有素，丰俭由人，吃不饱还能续饭啊！热乎乎的饭。盒饭多少钱呢？都有啥菜呀？8个菜，2个大荤，2个肉菜，4个素菜。开张第1天促销，全素菜是10块，2荤2素是12块，全肉的是15块，餐盒加1块钱，米饭不要钱吃到饱。他算过成本，这个价格不算便宜，但也只是薄薄赚一层而已。因为现在的食材确实贵，但是如果完成任务，有系统的补贴倒是还不错。啥？全素的还要10块呀？这样，大哥你要吃2荤2素的，我给你盛2个大荤。我这个2荤可是1个大荤1个荤，而且我这菜用的都是好材料，菜是今早上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肉也是上好的肉。要是不好吃，我不要您的钱。那就给我来个2荤2素。好嘞。林小北抄起了饭盒，先给大汉盛了米饭，盛了1勺子鸡块，又盛了4个肉丸子。大哥，吃哪2个素菜？就4个丸子。丸子虽然少，但是保证口口香，绝对够滋味。给我来个柿子炒蛋，再来一个干豆腐。大汉也不走远，就在路边的砖头堆上捧着盒饭就开吃。真香！大汉实在是没想到，
这味道还真是好啊！就在这时候，餐车前面又停下了几个人。好吃吗？不好吃不要钱。好吃，特别好吃，这手艺比我媳妇好多了。卖出第一份后，卖光盒饭的任务很快就全部完成了。恭喜宿主，任务完成，奖励经验值5点，金钱99元。好吧，说是海量，又只给了99元，但任务没啥难度，基本上就是送钱的，我也不跟你计较了。回到家，林小北盘算了一下，我查好像没赚钱，要不是有系统的补贴，甚至还亏点。不行，这不行，这样下去我还创个什么业？春节还没过完，最近的菜有点贵，10块钱的素菜盒饭，其实卖一盒就赔1块钱。而前面几份因为要拉住客人都给的是大荤菜，也是不赚钱的。有什么办法呢？现在蔬菜就是贵，唯一便宜点的就是土豆和大白菜，可若全是便宜菜，恐怕也不好卖。林小北实在想不出办法。狗系统，大黄，你有什么建议吗？没办法了，就抽奖，抽奖，抽奖！重要的事情说3遍，还有以后少打搅我，我正被悍匪系统带着一群小弟追杀呢。被追杀？为什么？你们系统也这么卷吗？我倒霉被悍匪的宿主不安安心心的修仙，为了舔一个小仙女，好死不死要练厨艺，这不就找上我了？大黄，你可要保重啊！我还要靠你走上人生巅峰呢。放心吧，我就是个小卡拉米，等2天他们说不定就打劫到更好的系统了。你最近少召唤我就行。对了，还有一件事，最近有观众老爷觉得你声音太难听了，你能换一个声音不？御姐、萝莉、大妈、正太，要哪款你自己选。是不是少了一款？就你是多，萝莉音开启，拜拜。经验值235点，100点经验值抽一次奖。抽奖启动。恭喜宿主抽中合成模块，合成模块即刻开启。合成模块是左右2个方格子，都是空荡荡的。原来合成模块就是可以将同级别食材合并在一起，合并后的食材品质会有所提升。林小北在厨房里翻了翻，找到了2个有些坏掉的西红柿，心念一动，2个烂西红柿出现在系统的2个格子里。合成，一道光芒闪过，上面的2个残缺的西红柿就不见了，手里出现一个红润饱满，一看就非常新鲜的西红柿。恭喜宿主使用合成模块成功，现在开启食材鉴定功能。批发来的劣等化肥西红柿，竟然是劣等的，这不就是普通西红柿吗？林小北皱眉，他不敢相信自己买了2年的菜，最后买回来的竟然是劣等货，这眼神也太差了。林小北又随手拿过来2个鸡蛋，批发来的劣等饲料鸡蛋。林小北又拿了2个西红柿进来合成，果然西红柿的名称从批发来的劣等化肥西红柿变成了普通等级农家西红柿。嘿，真有意思，原来不是他的眼光太差，而是这种西红柿在系统的判定之下就是劣等。林小北当下又合成了几个鸡蛋和西红柿，用这系统眼中普通等级的食材给自己做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鸡蛋柔软鲜香，西红柿也是酸甜可口，两者融合成就美味。虽然也没到如何惊艳的地步，但是不得不说，确实比平时的味道要好很多。这功能酒店大厨用上，水平肯定能上一个台阶，但林小北只能靠它省点钱。粮油批发店，老板，你们大米多少钱一斤？3块5，量大还可以优惠一点。还有更便宜的没？也有，小兄弟你跟我来。老板把林小北拉到一个角落，这种橙色的大米1块2，面粉1块。有了合成系统，等于林小北用了2块多钱就买到了好米、好面。这种大米给我来1000斤，面粉也来1000斤。兄弟是不是学校食堂的呀？小学还是中学？以后要这种米面，就跟哥哥说，货源有的是。我操！竟然有人买这种劣质的粮食给孩子吃，他心头恼火。别人可没有他的金手指，那不就是妥妥的害人吗？我以后会经常来进货的，宋哥，还是尽量保证我这边的供应吧。兄弟放心，以后我首先供应你。老板和伙计将林小北要的2000斤米面送到了他的车边。宋哥，还有没有别的朋友介绍啊？比如肉禽蛋财，我就是要便宜。老板琢磨了一下，给林小北推荐了几个人。林小北谢过，先将粮食送回大院，开启了合成系统。林小北开始扫荡各种有瑕疵的食材，磕破摇散的鸡蛋，菜市场没卖出去的蔬菜，猪肉摊子卖剩下的肥肉边角料，冻仓库长期卖不出去的冻货鸡肉。合成获得肥瘦相间的粮食猪五花肉。他原本以为合成只是肥膘肉的品质会上升，没想到这普普通通的肥膘肉竟然变成了五花肉，赚大了，赚大了！就算在老家，五花肉单买也要15一斤，而合成的成本才10块。已经4点，林小北开始准备做菜。辣子鸡丁，走起！拿起半卖半送的青椒，合成。获得普通等级的农家青辣椒，继续合成会如何？获得优质的农家青辣椒，再试试。获得美味的农家青辣椒，美味值加1。美味值又是什么东西？
大概是这样的食材炒菜更好吃，但光用看是看不出来的，需要吃到口中才能知道。林小北现在也没钱将青椒都合并成美味级别的食材，只有将青椒也跟其他普通青椒都一键切了，赶紧将剩下的食材合成好，准备今天的晚饭。工地盒饭，简单下饭，吃的好吃的饱才是关键。西红柿炒鸡蛋，这是盒饭必须的，浇上一大勺子拌饭最美了。青椒肉丝，这个菜咸鲜，尤其是用肥瘦相间的猪肉炒，油香油香的，特别下饭。辣子鸡丁同样下饭，另外做3个素菜搭配，最后再来2道肉菜，红烧肉1个，再来1道狮子头，还是和中午一样是8个菜。另外，肉铺老板送的2片带肉的扇子骨也被林小北炖成了一大锅肉汤，放上白萝卜丝，免费奉送。几道菜陆陆续续出锅，香味将附近下班的租户都吸引了来。真香啊，小北，你这手艺绝了！你这手艺好，多少钱一份？明天我也不做饭了，就去你那里买一份。刚开车到了街口，正好看到江浩回来，林小北直接停车让江浩上来，将人一起拉到了工地。等他们到了工地门口，2人不敢怠慢，摆上摊子就开始吆喝上了。世上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看林小北和江浩这么卖力气的吆喝，慢慢也有人围过来了。这盒饭10块，所有菜都有。不是，我们试营业全素10块，2荤2素的12，2荤是1大荤1荤，红烧肉和狮子头2选1，全要荤菜15块。大哥来一份吗？我这边也有饭盒，不过要加1块钱。我自己带着饭盒呢。他们这些人都有经验，若是用饭盒盛，其实量都少一些，还是自己带着家伙食更实惠，还能省1块钱。好嘞，大哥来份12块的。您看看我们这肉，绝对的5花3层的好猪肉。要12块的。买完之后，大哥自己也愣了。他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准备去吃2个卷饼的，也能吃个饱。江浩盛菜时候，这大哥脸上还带着肉疼，平白无故的多花了2块钱。可等饭到手，吃上一口红烧肉，大哥顿时眉开眼笑。啊，真香！这位大哥端着菜走了，后面又来了一波熟人，为首的是中午第一个买他们盒饭的那个大池哥。这些都是我工友，你们家的盒饭好吃，我把人都给你带过来了，可得保证质量啊。放心放心，今晚上可是有红烧肉和狮子头，这个狮子头1份可以给2个。嚯，这丸子看着很不错呀。这也太便宜了，这么大的肉丸子呢？嘿嘿，其实是我这肉丸子偏肥，现在肥肉没那么贵，所以相对便宜一些。不过这肉菜2选1啊，要肉丸子就不能要红烧肉了，要是2个都要，那就得15块了。12、15，等于多了3块，却多了2个肉丸子，这也值啊！虽大不了今就奢侈一顿，于是不少人都是选择了4道荤菜。米饭管饱啊，还能再来加。今天还有猪骨萝卜丝汤，吃完饭可以自己来打。晚上的饭菜他准备的很多，正如预料的，来吃饭的人也比中午多了很多。中午我还出来找了倪全呢，结果没看到你，没出来。出来了，结果我到了影视城门口都12点多了，才知道11点多大家就出来吃饭了。后来我就开着车在4周转悠一下，结果开到影视城后面就发现这边有一片工地，嘿嘿。你是有运气的，北区这边正好有施工，我都没想到你竟然绕到这边来了。你饿不饿？我给你盛一盒，你先吃。不饿，就是腿有点酸。今演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兵，除了中午休息，一直站着当背景板。我这2个波灵盖啊，都快不会打完了。回去泡泡脚，解解乏。不说我，你今天咋样？哈哈，中午买了300不到，回去一算还赔了10几块。卖盒饭第一天，林小白中午赔了10几块钱，晚上倒是赚了。一晚上卖了将近50份盒饭，除掉各种成本，还净赚将近200块。这是开始，成本控制的还不太好。等到春暖花开，蔬菜肉类的价格下来了，他这边的收入将更加稳定。第2天一早，你不去买菜吗？不用，我和那些菜摊老板都说好了，都给我留着呢。而且我上午的食材也够。要不要帮你在影视城里面吆喝一声，打广告？不用，我这些到工地那边也就差不多都卖了。好吧，让我上班去了。想着工地那些大哥都还挺爱吃红烧肉的，所以今天林小北又做了。另外一道大荤菜则是扣肉，偏肥的肉片腌制之后上锅蒸透，这个打底的咸菜就饭壳也是非常好吃的。土豆丝和西红柿炒鸡蛋是必备的，另外还有黑白菜、尖椒干豆腐、肉丝豆干、冬瓜肉丸，凑够了8样菜。林小北上车直奔影视城，给江浩送了份盒饭。今天特意提前1会到了工地，小北车子开到，已经有人在那边等了。林小北将车子停好，把摊子摆上。大哥们，我来了！大家举着饭盒鼓掌，比林小北还热情。8、9块的炒饼、炒饭、卷饼虽然便宜，但哪有热乎乎的米饭好吃？何况还有让人口水直流的红烧肉。今天也有汤，大哥们先喝一碗暖暖身子。打好了饭，大哥们就在旁边找地方坐下。每天有不同的菜色，大家都很满意。也有人主动说起自己爱吃什么，看看林小北能不能也加上。正和这些大哥聊着，里面又出来一个人，急匆匆的到了他摊子前面，张望了一眼，来份盒饭。对方打了一份12块的饭菜，2荤2素，他自己拿着饭盒来的，不过饭盒只装了菜，米饭让林小北单装。
这人挺讲究的呀，是不是你们工地的领导？你不知道，那是我们工地的张秘书，经常跟着老板在工地上。那这是给你们老板买饭了？你们工地咋没弄个食堂啥的？当然，他也就是问问，要是真的有食堂，他还去什么地方赚钱？林老弟，其实我们工地是有人做饭的，不过那饭是包给了一个关系户的老婆，不光没有油水，而且味道差，根本没法吃。我们这个月都没交钱，直接出来吃了。是啊，那菜没一点油腥，味道也不好，我们都不爱吃，老板肯定也不爱吃啊。刚才我看张秘书从那边也买了饭啊，好像炒饼炒饭都有，这老板能吃多少啊？哎，好像是啊，而且老板那么瘦，不能吃这么多的吧？谁知道呢？众人聊着，林小北也没往心里去。可是没过1刻钟，这位张秘书竟然再一次的出来了。你这还有什么吃食？这位大哥，这些菜是我做的，刚才那些是不合胃口吗？不是，我们老板最近胃口很差，想请你做点更清淡点的吃食。我的任务治好周老板的厌食症。厌食症应该找医院啊，我就是个普通的厨子，不能治病啊。系统，你又准备坑我啊？抱怨归抱怨，但这斗系统任务又没办法放弃。他忽然想起了昨天回来后合成青椒的时候，曾经出现过美味值，或许美味值能够引起对方的食欲。面条行吗？清汤肉丝面。林小北能想到的也就这个最清淡了。可以可以，我们老板胃不太好，面食最好，就是尽量清淡一些。行，不过需要等一等。此时大部分人其实也都吃完了，食阁里剩下的大概1、2份左右的饭菜。林小北上车直接回家。做面条很简单，但是需要先将面粉合并出现美味值的级别，从普通等级面粉合并成了优质的面粉，再合成美味的面粉。林小北心里一喜，来了。林小北正想将美味的面粉从格子里拿出来，一不小心碰到了合成键，里面的面粉竟然再次合成了。获得能治疗厌食症的美味面粉。刚才那个秘书他老板不就是厌食症吗？此时此刻，林小北都想将大黄薅出来亲一口，这简直就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啊！面粉打了个鸡蛋和好，另一边找了几块瘦肉，还拿出一个榨菜。很快一碗榨菜肉丝面就做好了。林小北赶回了工地门口，张秘书还在门口等着。张大哥，我回来了。这个多少钱？这个虽然看着是普通的面，但是其实用料不同，所以贵一些。所以林小北估算了一下，成本大概10块钱。您给50吧。50块吃一份肉丝面，那绝对是不便宜。但是如果这是一份能让厌食症都吃得下的面，那其实又非常非常便宜。合成系统居然能合成治疗厌食症的面粉，林小北用这样的面粉做了一碗简单的榨菜肉丝面。工地办公室，你干嘛去了？我看您刚才吃了2口那菜，又出去让那个厨子给做了一份面，刚出锅的，您吃2口。行，辛苦你了。其实没什么食欲，但是自己秘书尽职尽责的，作为老板还是得表扬了一句。老板您不知道，这门口的商贩可是有点过分了，明明靠着我们工地的工人，他们才赚到的钱，结果居然宰我们，就这一份肉丝面，别家也就10块8块的，那小子居然张口要我。要多少？这面可真好吃啊！我感觉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这还是老板吗？那个超级吃饭困难户，疑似厌食症患者的老板。在张秘书的注视中，老板将这一份面吃得干干净净的，连汤都没剩下。这面真是太好吃了，我都好长时间没有这么舒服的吃过一顿饭了。哦，对了，你刚才说这面多少钱？50。值，太值了，这简直就是救命的饭啊！你去和那个厨师商量一下，以后每天中午都给我来一份这样的面。我知道了，老板，真的这么好吃吗？好吃，太好吃了。虽然就是一碗普通的榨菜肉丝面，可是这味道，我现在对他其他的菜肴也开始感兴趣了。这简单，晚饭的时候他肯定还来的，我把菜都打一遍。做晚饭的时候，林小北参考了一下中午大哥们的意思，增减了一些花样。下午5点多，林小北接上江浩，来到了工地。可今天到了工地门口，林小北的脸一下就沉了下来。工地门口摆摊的有很多，原本大家井水不犯河水，谁也不碍着谁，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可今天他们到了这里之后，发现他们往日摆摊子的地方坐着几个流里流气打扮的青年。小北，这些人别的地方都不去，就坐在他们的摊位，显然就是来故意占地方的。算了，不理他们。林小北本想过去理论一番，但是他来是赚钱的，不是找麻烦的。林小北将车停到一个稍远的位置，没想到的是，他们的车刚刚停下，那几个青年竟然也起身走了过来。卖盒饭的多少钱一份呢？全素的10块，2荤2素的12，全肉的15，米饭还能续。那给我们兄弟一人来一份10块的。我先给你盛一份，觉得味道合适再买，毕竟大家口味不同。林小北朝着江浩使了一个眼色，江浩开始盛菜。哎，这小伙子惨了，让刘秃子盯上了。这是他们生意太好了，刘秃子就盯着这些人要保护费呢。那刘秃子是那边卖盒饭的大老刘的堂弟，
之前这里就大老刘的生意最好，过年这些天没开张，没想到新来的把人都吸引去了。大老刘这是打算使阴的呢。哎，怪就怪他们这2天太出风头，不少人都跑他们那边去吃。老二干事还真麻利，上午跟他说了，下午就拉着人来了。说话的就是大老刘的媳妇，他和大老刘在这里卖盒饭已经好几个月了，生意一直都不错。因为只要别人生意超过他，他就会用些阴招把人赶走。这些日子过年，2口子就没出摊，没想到这边居然来了个新的盒饭摊子，而且生意越来越火爆。他们2口子赶紧收拾东西也开摊子，可生意比林小北差远了，连一半都卖不出去。菜剩下一半，又舍不得丢了，只能热第2天继续卖。可剩菜和新鲜的完全不一样，更没人买。今天中午他们甚至只卖出去了2份，还和人吵了一架。所以大老刘坐不住了，下了决心要把新来的赶走，还喊了自己所谓道上混的堂弟过来闹事。那边刘秃子眯着眼去接林小北手上的盒饭，想要假装拿不住直接摔了，没想到林小北早就防备着他呢。哎，拿好10块，现金还是扫码？扫什么码？我得先尝尝好不好吃。刘秃子拿着盒饭，随手夹了一口菜丢到了嘴里，嚼了几下吐出来，手一撇，手中的盒饭也摔在地上。什么破玩意儿，真特么难吃！兄弟们，把这车给我砸了！住手！你是强盗吗？吃饭不给钱，你还要砸车？不好吃我就砸，在这里我就是王法。哼，好大的口气呀！你算是个什么东西？来这工地门口耀武扬威，还要砸别人车？我看这车，今天谁敢砸？林小北在工地卖盒饭，小混混捣乱，工地老板及时到场喝止。问你吗？周老板，对不住，是我兄弟犯浑，我们这就走。哥，你这是什么意思？这老登又是谁？闭嘴！这位是工地的周老板。你是干嘛的？我就是这门口卖盒饭的，靠着周老板您吃口饭。哦，卖盒饭的。他一个大老板，这种事情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要卖就好好的卖，再生事就滚蛋，懂了吗？懂，我们这就走。等等，这盒饭你们结账了吗？是，我们这就结账。谢谢周老板。小兄弟，别客气，我中午尝过了你的手艺，那一碗榨菜肉丝面是我这几年吃过的最香的面了。那碗面是用特殊的手法制作的，虽然贵一点，我想应该味道还可以。可以，太可以了。所以我晚上准备看看你这里还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如果可以，不知道能不能再给我做一份那样的面。这个不难，不过现在是怕你这一车盒饭卖不出去吗？让你这个哥们在这里卖，我让人送你回去行吗？行，您还要吃肉丝面吗？其实做什么都行，我不是很挑食，就是这些年应酬多了，胃不好，食欲也不振。这就是生理上的厌食症，合成的面粉正好能治疗厌食症，只不过不知道到底吃几顿能治好。林小北回到厨房，合成面粉，很快就做成一碗西红柿鸡蛋面，跟着张秘书回来。周老板，面好了，今天做的西红柿鸡蛋面，给您换换口味。江浩我来，你休息会儿。没事，一点也不累。办公室，周老板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餐盒，吃了起来。工地门口，等饭菜全部见底了，还有几个工友大哥没买到饭。这我还比昨天中午都多做了一些呢，怎么不够了？老板，不是你做的少了，是我们听你这边饭菜实惠好吃，都过来尝尝。没想到出来晚了，还是没吃到。原来是这样，但是确实没有了，实在是对不住。明天我多准备一些，几位大哥明天来，我给你们多打点。哈哈，老板会做生意，得，明天再吃。回到出租屋，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俩自己吃的都得现做了。耗子，你想吃什么？西红柿鸡蛋面吧。好。等江浩洗完澡回来，面条已经端上桌。小北，这面可真好吃啊！第2天，林小北一早起来，先送了江浩去影视城，对方今有早场的戏。浩总最近的片约很多呀，别人都要正月15才回来，我这是满影视城的跟着群头赶场，赚点辛苦钱。有钱挣就好。中午我到了给你打电话。小北，那个你多做点，我这边有几个熟悉的伙伴，上次吃了我的盒饭，也想吃。行啊，要几份？加上我3份。中午，工地门口，今天给我们老板做了啥？豆角焖面。豆角焖面啊，在老家时候，我妈就经常给我做这个，晚上能不能多做点？不用跟老板的那个一样秘制的，就普通的就行。行啊，这咋不行啊？张大哥今晚上等着吃吧。不出意外，今的豆角焖面，周老板也特别爱吃，甚至都吃得热泪盈眶了。老板，真这么好吃吗？小时候的味道，我都想起我太奶了。啥玩意？一中午，林小北足足卖出去了150多份盒饭，赚了600来块钱。中午已经加大了量，卖了150多份，但还是有人没吃上，想要全部拿下，恐怕至少要再加100份。有系统的一件清洗，一件切菜，他现在能做是能做，但是一次根本送不来，这让林小北有点惆怅，钱在眼前却拿不到。
晚上要给张秘书做豆角焖面，林小北灵机一动就做了几十份的豆角焖面。今天除了盒饭，还有豆角焖面啊！好面好芸豆，还有五花肉，只要10块一份。10块一份，价格算不上便宜，但是这个里面可是有不少的五花肉片，而且味道好，一揭开锅盖就能闻到那浓郁的香味。当天晚上豆角焖面爆火，要不是张秘书出来得快，林小北差点保不住了他那一份。今天晚上林小北给周老板做的饭是干拌面。这林小北讲究人啊。老板啥意思啊？这个温泉蛋用的居然还是无菌蛋，这一碗面多少钱？50啊，从第一天开始一直是50。我开始还觉得他卖的贵，现在看到这温泉蛋，确实是卖便宜了。老板，您的意思是我们给林小北涨点钱？别太生硬，这样反而不好。人家这手艺却在这个地方扎着卖盒饭，估计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周老板脑补林小北有什么特殊原因，才在工地卖盒饭。殊不知林小北说到底只因为穷。林小北收摊回家，顺路接上江浩。有卖剩下的盒饭吗？没有呢，今天又不够卖的。回去我给你做个豆角焖面吧。可以啊，荷包蛋都给加了2个。主要是鸡蛋太多了，买回来了，最近一直没怎么吃。鸡蛋又不容易坏，放着慢慢吃呗。不行啊，我明天又要去买鸡蛋了，这些必须尽快吃完，要不然越来越多。为啥这么多还买？人家老板给我的价格便宜，而这个价格只能是每周买一次才能给我。那你多做用鸡蛋的菜呗，还可以做点蛋炒饭。对，你说的有道理。鸡蛋做啥菜好呢？红烧荷包蛋、剁椒荷包蛋、糖醋荷包蛋，真好。明天蛋炒饭要用的米饭，洗澡泡脚，倒头就是一夜。第二天，醋溜木须、红烧荷包蛋、蛋炒饭，含蛋量极高。今天蛋炒饭可以随便吃。咋的？菜市场鸡蛋促销了？那大家不但没生气，反而很高兴。老板，这样做就对了。就是要这样，啥便宜你买啥，不要考虑太多。对，我们都是糙汉，你做啥我们吃啥。那些肉也不用买太好的，我看你用的都是五花肉，那得多少钱啊？就是，你不赚钱，我都替你心疼。别在乎我们，就上那菜市场，啥便宜你就可劲儿的买，我们都行。各位，我其实……别解释，我们都懂。就是我们也不是没买过菜，现在的菜啊，肉啊，是最贵的时候呢。林小北看到那一双双真诚的眼睛，顿时被感动了。幸好大家不知道我买的本来就是最便宜的处理货啊，要不然还不得被打死。不过这些大哥人是真好，幸好他有系统在，通过合成能给大家吃到真正的好食材，要不然他因为钱仅用了劣质的食材，心里真的过意不去。当林小北打开最后一个食格的盖子的时候，大家惊了，这是炖牛肉，炖得软软烂烂，火候十足的炖牛肉。所以今天林小北给周老板准备的是牛肉面。周老板那一份的牛肉十足，除了面之外，上面被半肥半瘦的牛肉块给盖满了。牛肉可不是一味瘦的好吃，要炖着吃，还是要有肥肉才香。今中午的菜不多，牛肉是主菜，其他鸡蛋菜是配菜。因为菜色没有太多的选择，今天的盒饭统一12，但是大家没啥不满的。前面还能打趣一句是不是鸡蛋促销了，但是牛肉再怎么促销也基本不会便宜。牛肉居然是牛肉，我还没在食堂见到过牛肉，更不要说是在盒饭摊子上了。是啊，牛肉多贵啊，我们家过年饭桌上才能见到，平时都很少买。可别说食堂了，就咱们那个食堂还不如没有呢。要是林兄弟管咱们食堂就好了。难啊，听说那个食堂外包出去了，就算是要解约也麻烦。老板人不错，从来不拖欠咱们的工资，咱们别为难老板了。是啊，咱们就跑出来吃也不麻烦的。他们还在聊着，此时有一个粗壮的妇女抄着一个勺子从里面大步走了出来。就是你小子在门口摆摊抢我的买卖的。红嫂子，你这话没道理了吧？就是你说别人抢了你的买卖，你咋不说你们做的那是人吃的饭菜吗？你家天天一锅猪肉炖粉条，那都是什么肉？有一次我好不容易看到一块肉还不错，等翻过来一看，嚯，好一头老母猪啊！看这样子，估计都奶过10胎了。看你个穷酸样，你还想吃啥？不吃老母猪的肉，想吃那香猪身上的肉吗？美的你们现在嫌弃，明天我让你们连这都吃不上。呸！你爱做啥做啥，反正我们又不去吃。就是你不就那几道菜吗？你留着自己吃吧。哼！洪大嫂也不急，朝着他们讥讽笑笑，转身就走。林兄弟，以后你可得天天来，要不然我们就惨了。食堂天天猪肉炖粉条，关键是那肉根本下不去嘴，还有那个汤，绝对的就是刷锅水，喝了倒胃口。林小北听得目瞪口呆的，原来食堂这么坑的吗？也是，若不是他们这么坑爹，又怎么能轮到他来这里赚钱呢？
放心吧，各位大哥，我保证每天都来，绝对不会让大家饿肚子的。小北，老板想找你商量件事。靠着薅系统羊毛，林小北每天在工地卖盒饭赚钱，没想到泼天的富贵就在眼前。什么事？我们老板想要问问你想不想接手我们工地的食堂，每天做3顿饭。我操，好事啊！林兄弟，快答应！老板人太好了，要是林兄弟在，我给老板干一辈子活。行导是行，只是林兄弟，你不用为难，我们老板说了，一切都按照你愿意的方式来。你同意的话，一会儿卖完这些盒饭，进去我们聊聊细节。行，那我同意了。刚进入周老板办公室，恭喜宿主任务完成，奖励经验值50点，火攻精通课堂，金钱8888元。3星任务居然给了8888，难道因为任务对象是大老板的缘故？之前做的3星半的任务也不过就这么多钱，还送了一个课堂，厨艺又能精进了。看着手上的合同，林小北有些懵，字他都认识，但是里面的条款细节有没有什么陷阱，他看不出来。好在周老板和张秘书知道他年纪，而且看样子也没接触过太多东西，就在旁边一字一句的给他讲。这份合同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份合作为前提的合同。工地一共有300左右的工人，周老板直接给了一个用餐标准，早餐2元，午餐和晚餐都是15元，一天是32的餐标。按照目前300人算，每天就是9600，一个月是288000。而周老板每月直接拨30万，因为还有一些浮动的人员，直接揉在总费用里。小北，你觉得怎么样？我拒绝。周老板和张秘书都是一愣，这数字他们是算过的，大多数工人每天选择的饭菜都是12的，所以周老板敲定了15元这个数字，这样能让林小北利润丰厚一些，也算是他的谢礼了。他们没想到林小北拒绝了，周老板皱眉，张秘书则是试探的询问：小北，你是觉得这费用少了是吗？也对，别看比现在多了100人，但是难度一下就上去了，可能需要雇佣杂工和别的厨子，是我没想明白，我再给你加5万。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周老板，您没有做过餐饮业，可能不太了解。一般来说，做的量越大，其实成本越低的。300人，我的成本还能低一些的，因为米面粮油都是买的越多越便宜。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还以为小北你不想接手食堂呢。不会的，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怎么会拒绝呢？这话倒是把周老板和张秘书都给逗笑了。那你觉得多少钱合适？我算算。林小北在旁边拿过来一张空白的4纸，拿着笔在周老板和张秘书面前计算。这样计算下来，集中购买食材，一天根本用不了32的，20到25能吃得非常好了。你就这么算算，几分钟就给我省下了20万。好了，就按照小北说的，张秘书你修改一下合同，按照最高的25算。周老板何尝不知道林小北说的那些，只不过这些钱对于他都是9牛1毛，而这些钱本来就是周老板想用这种方式送给林小北。要知道，在林小北给他做这些面以前，他已经受到了一个危险的程度。吃了林小北做的饭菜之后，他现在不光有了食欲，能吃一些林小北做的饭菜之外的东西，整个人都有种脱胎换骨的样子。没想到这钱按着竟然没送出去，不过也好，他再一次看清了林小北的人品。张秘书很快就回来了，将合同放在了林小北面前。林小北没说话，眼神有点呆滞，他正在看系统。任务接手工地食堂，任务周期60天，请务必每天打卡成功，全部打卡成功后任务成功。4星，难道会有什么难度吗？还是仅仅因为时间跨度长？小北这么快就好了？就简单改个数字而已。你刚才想什么呢？是不是还没吃饭饿的？忙着卖盒饭，还真的没吃呢。钱的话，1个小时内就能到账，今晚上能开始吗？还是要明天？今晚上就能，不过食堂那边……这你不用操心，一会儿我就找几个人过去把食堂收拾了，今下午你来的时候，直接开车进来就行。好，我一定准时到。刚到家，正给自己做蛋炒饭，就听到了手机响起了提示音，22万5千已到账。林小北激动的跳了起来，这是他第一次拥有这么多钱。我这有一批冻猪肉，超便宜的，兄弟要不要？承包了工地食堂，林小北开始了大规模采购。有多少？大概10吨。这么多，那得多少钱一斤啊？兄弟外行了不是？这玩意按吨卖，5000一吨，这东西抢手着呢。你要的话抓紧，我好给你定下来。5000一吨，合成一下，相当于5块钱一斤，这可是真便宜。就是这么多肉，一时半会可用不完。我要了，但是我有个条件。你说。这么多的肉，我也没有地方放，我能不能租老板你一个冷库？我每次要用来这里取一些。这都不是问题，冷库我有，你意思给我点电费，放1个月1000块吧，怎么样？行。货现在当然还没有，要等老板联系好了，到时候他过来清点，也不好白来一趟。林小北买了100斤冻鸡腿，可以今天晚上用。回到厨房，真香！
满屋子都是西红柿炖牛腩的香味。这是他出门前就炖上的，已经软烂入味。这几天各种荷包蛋意外的还挺受欢迎，所以晚上林小北准备做剁椒荷包蛋。300个荷包蛋做起来倒是不难，就是非常费时间。让林小北开心的是，江浩今天下班挺早，2点多就回来了。你炖什么呢？这么香，正好我还没吃午饭，给我尝尝。怎么这么晚还没吃饭啊？这柿子放得好，有滋味，牛肉也入口即化的感觉。林小北将自己接手了工地食堂的事情说了一遍。你忙得过来吗？要不要我过去帮你？有空的时候你肯定要帮我呀，不过平时不用了，我不耽误你这个未来的大明星。今天你就别想休息了，你得帮我做荷包蛋。没问题，吃完了我就过来帮忙。江浩吃完的时候，林小北已经煎好了50多个荷包蛋。接下来交给你，我去做别的菜。两人一直忙活到了5点，别看就多了100份饭菜，其实活多了不少。好在林小北在江浩回来前就将一部分可以提前切的菜都切好了，不然工作量更大。收拾好了所有东西，林小北开车带着江浩直奔工地。其实晚上就剩下打饭了，江浩不跟着去也行，但是江浩想要看看林小北的新买卖，两人就一起去了。他们到了食堂门口，张秘书已经等在那里了。张大哥，你等半天了吧？没有，我就是算着到饭点了，直接溜达了过来。怎么样，多了100份饭菜，很辛苦吧？还行，虽然是辛苦一些，但是现在拿下食材的价格比之前还要低一些，晚上这一顿饭成本也就2000左右。可要是按照合同，这300人一顿饭给他的钱可是3000多块。辛苦是辛苦，但是一算下来能赚接近2000块，干啥能给这么多钱啊？当然，换成别人可能就没这么赚了。这样迅速累积财富，估计有2个月他就能净赚10几万，到时候他就出去盘一个店面，正式开个饭馆，完成系统的任务，也是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到开饭时间，工友们看到那一大锅西红柿炖牛肉，一大堆的荷包蛋，原来食堂也是能吃到这些好东西。林小北接手食堂的这第一顿饭，直接将所有人都征服了。今天晚上，林小北给周老板准备的饭是一份合成到美味级别的米饭。为了给周老板换换花样，林小北还特意试了试别的，也不是所有的食材都能有治疗厌食症的功效。目前在林小北合成的范围内，好像只有大米和白面，蔬菜只有美味值，美味值之上就是其他的功能，比如西红柿，合成到了美味值级别后，再一次合成就变成了超美味的西红柿，经常使食用可以让人白里透红。不过手头没有这么多的食材让林小北合成，主要是他没找到愿意为这些特殊食材买单的人。暴殄天物啊！合成这么牛掰的功能，他居然就拿来薅羊毛。想当年大爷我第一个宿主可是靠合成系统直接以武正道，镇压一方世界。要不是法则所限，我真想下去一口咬死他，再换个宿主，气死我了。还好我另外一个宿主短短1个月时间已经在大学内积攒了万亿财富，赢得了295个少女的芳心，这家伙就让他自生自灭吧。周老板吃完最后一口饭菜，忍不住打了个饱嗝，一抬头就看见张秘书正在看着他。周老板忍不住问道：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小北说，老板您的厌食症已经好了，所以今天这份是普通的饭菜，您觉得咋样？还能咋样？像周老板马上打电话给自己媳妇：媳妇啊，我厌食症好了，现在吃普通饭菜也嘎嘎香，您给我整点菜呀！啊，对，明天我今一口都吃不下了。我叫林静，林静的林，林静的静。林小北承包了工地食堂，虽然不需要切菜配菜的小工，炒菜的厨师，但一个煮饭，帮他打扫食堂卫生的是必须要的。大姐，咱们是本家啊，这样您早上起来帮我熬粥，然后平时做咸菜之类的，中午和晚上提前蒸上饭，然后平时帮忙打扫一下这里的卫生，我1个月给您2500，怎么样？可用不了这么多，就这点活儿，2000块都多了。平时我在工地上也有零活儿。那也行，那就1月2000包吃。林静不算工地雇的人，所以平时都是跟自己男人分一份饭菜，不用问，就是为了省点钱带回家。谢谢，我干，这蒸饭、熬粥、打扫卫生之类的事情我都能干，但是菜什么的我都不会。这有啥？好吧，慢慢学，有些菜很简单的，明天的我会自己带来的。林姐，你熬好粥就行了。走之前，林小北在工地食堂转悠了一圈，发现没有什么设备，还不如他现在那个厨房呢，也就不打算搬过来了。在大院厨房做饭的时候还能隐蔽一点，毕竟他这个系统操作不能被人看见。林小北和江浩回家之后，将提前留出来的菜热了热。小北，要不然我回来给你做吧。你是我兄弟，你要是能来帮我当然最好了。林小北知道江浩自小就有个演员梦，是演员梦，不是明星梦。就在前几天，江浩还对这个行业充满了斗志，怎么突然就不想做了呢？林小北觉得这其中肯定是有问题的，不过他没有直接询问。正好我明天中午有点事情，你中午帮忙打饭，
我出去办事，然后我忙完了去接你，好不？行。第二天，林小北早早就起来了，他需要7点前准备好早餐，酸菜丝、腐乳，每人1个茶叶蛋，2根大油条，不限量的粥，这就是今天早晨给工友大哥们准备的早饭。今天张秘书和周老板也早早来了。张秘书看看菜，看看那一大堆油条，有点无语。小北，咱这么吃，这一早上得上千块了吧？你不赔本吗？第一天总要吃好一点，赔本不至于，顶多赚的不多。这何止是赚的不多呀，这是根本没赚啥吧？小北呀，给我们来3份。来了，给。这还有几根，谁还要？你们吃了吗？自己不吃了吗？林小北这才反应过来，周老板和张秘书端着早饭回到了办公室。媳妇，来吃饭。哟，你们食堂早上吃的不错啊，嘿，好吃，有我小时候的味道，一吃就没添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嫂子，以前也没这么好的，这不是林小北接手食堂了吗？我还要找机会当面感谢他呢。大果子刚出锅，是真好吃，米粥配上那酸菜丝，真的开胃。怎么样，林小北这手艺可以吧？中午留在这里尝尝午饭吧。我是挺想吃的，不过我上午要去探班。就那个谁？对对对，11点回来哈。林小北回去之后就开始准备午饭了。小北，早上那一顿不赔钱吗？不赔钱的。别看早上这么丰盛，其实成本都是可控的。鸡蛋批发1箱是40斤，6块5一斤，平均一个8毛5。就算是加上料包和昨的那几块蜂窝煤的钱，也就1块左右。腐乳1块大概3毛，加上酸菜一共也就5毛。大果子看着又是面又是油的，其实外面卖成本1根也就2、3毛，我做的大一些也到不了5毛钱。最后就是米粥和各种人工钱了，一个人用不到3块钱，300人也没到900块。哦，江浩听到还不到900，而且林小北平均一天有7500的伙食费，顿时放了心。不赔本就好。中午做什么？昨天买了100斤鸡腿，1斤能有3、4个。中午主菜就是红烧鸡腿了，再做一个冬瓜海米，1个西红柿鸡蛋，此外青椒肉丝和一道麻辣香锅。麻辣香锅什么都能放，锅底炒得好，这菜可是很好吃的。主要也是昨林小北去重新敲定了好几个菜饭，买的菜送的菜有点杂，单独做一个不太够，干脆混在一起。带着菜去了工地之后，林小北就找借口离开了。浩子，林姐，我有点事离开一下。好。林小北离开之后，开车就奔了影视城，直接去了江浩之前拍摄地方。看到几个群演拍完一场在旁边歇着，林小北过去和他们攀谈了起来。这么多群演凑在一起，会不会有什么矛盾啊？那肯定有啊，昨天这里就打起来，好像是叫沙江浩吧，昨天就在这里和那个小网红屈原撕巴起来了。林小北为了了解为什么兄弟突然就不想当演员，独自一人来到影视城。没错，就因为导演欣赏他，抢了屈原一个小配角的名额。说实话，小伙长得可以，演技也不错，至少比那个屈原强。小声点，别被人听到。听说那个屈原又找了一个富婆，让他听到，回头又得找我们麻烦。林小北双眼全是怒气，自己兄弟被人欺负了，他可忍不了。林小北装作群众演员，在一边溜达，一边盯准了那个叫屈原的。看对方满脸傲气的走过来，林小北假装没站稳，直接和对方撞到了一起。屈原觉得自己腰子被重击了一下，疼得嗷嗷叫了几声。林小北装作惊慌的样子，伸手去扶。不好意思，我脚底绊了一下。别痛！屈原疼得眼泪都出来了，一把推开了林小北，指着林小北大骂。林小北也不示弱，一嘴国粹，直接就将对方给骂懵了。屈原哪里吃过这样的亏，从旁边捡了一把道具，红了眼朝着林小北挥去。林小北等的就是这个。嘎人了，有人故意想嘎人了，我这可是正当防卫，我这是紧急避险。屈原手上的道具假的，可林小北这几脚可是实实在在的。等众人终于反应过来，导演黑着脸下来，看到林小北的时候顿时一愣。小北，陈先生，糟糕，好像闯祸了，这是怎么回事？林小北还没来得及说话，屈原就冲了过来，大声的痛斥着林小北的罪行。你谁呀？屈原一滞，朝着陈导身后望了一眼，林小北也朝着那边看了过去。刚才听八卦曲原傍了个富婆，他也想看看是谁呢。一个40来岁的女人快速走了过来，在陈导耳边嘀咕了几句。我对这些东西没兴趣，我就知道我不许任何人在我的片场里闹事。你要是不想演了，可以一起离开。一句话就让女人变了脸色，再也不去看屈原望过来的求助眼神。很快屈原就被赶出了片场，林小北也要走，就被人拦住了，是赵同虎。小北，来了就先别走了，走进去聊聊，刚才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兔崽子打你哪里了？回头哥哥帮你报仇。作为陈导的司机兼助理，就算是副导演跟他都称兄道弟，拿捏一个群演只是一句话的事情。陈导的休息室，陈导先是跟林小北拉了家常，询问他过年怎么样。
林小北一一回答。我爸很想你呀，回头什么时候去家里看看，给老爷子做几道菜。回老家了一定去。陈导，我不知道这是您的片场，我也不是您的群演。我知道，对不起啊。能给我说说怎么回事吗？林小北也没隐瞒，就将昨天江浩回去的情绪，还有今天他过来打听出来的真相都说了一遍。我兄弟虽然没和我说，但是我知道有人欺负他，就不能当没这回事儿。既然他们昨天能假戏真做欺负我兄弟，那我今天就找回场子。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特么的拍了一个网剧就觉得自己是大明星了。这个曲源打架闹事都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他跟您试镜了一个角色，您还记得吗？您当时就拒绝他了，可他不死心，事后跟那个谁勾搭上了，还一遍遍的来问，我都烦死了。这样，胡子，你去跟你那些朋友们通通气。好嘞，昨那几个人我也记得，我去处理一下了。小北，你那个朋友叫啥呀？陈导，今天这件事和他真的没关系，他甚至都想不干群演了。但是我知道他很想演戏，就之前有一个群演跟您试镜，您说他很有天赋，想要回头他复试。陈导是大忙人，一时间对不上号，倒是副导演想起来了，是不是叫江浩？对，那孩子确实不错。陈导您忘了上次？哦，我想起来了，那孩子确实不错，我还给他留了一个角色呢。小北，你回去告诉你兄弟，明天上午来我这里复试，我等他半天。谢谢陈导，那我就回去了，你也赶紧吃饭吧。哎，小北，我是这个武术指导，你刚才踢那几下很有滋味，有没有兴趣演戏啊？我给你安排个角色。林小北忙不迭的跑了，笑话，他可是要开店赚大钱的，群演一天几十上百块，他现在是看不上的，他现在可是一天能赚2000的男人。林小北仿佛间看到了周老板头上的青青大草原。回到工地，林小北居然在周老板的办公室看见了在片场的富婆。是你？是你？你们认识？小北，这是我媳妇，你喊嫂子也行，喊张姐也行，她叫张冰。嫂子好。小北，你还拍戏呀？不是。林小北将今天的事情说了一遍，听得周老板皱眉，张冰更是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竟然有这种事情！那个媳妇，冷静冷静，你嫂子就是脾气大，其实人好，热心肠，最听不得这些阿杂的事情了。嫂子是人美心善，这么暴力的嫂子必须马上抱大腿。嫂子您也是明星吗？怪不得您这么美。还是小北眼神好，审美在线。不过我不是明星，我今天是去看个朋友，早知道早上我就去看你一眼。小北呀，下次不要再这么冲动，有啥事可以先跟我说。你这就是马后炮。张冰拿起电话，哎，宝贝儿，帮我个忙。你嫂子这是把你当自己人了。林小北没明白，让你嫂子盯上的肯定没啥好结果。很快张冰就回来了。那个叫屈原的小网红，以后甭想在影视城找到活了。听说是你认识的那位陈导让人放出去的话，不过他傍的那个，我也让人放了黑料，敢欺负我弟弟。林小北回去的时候心情贼拉好，他第一次感受到结识了一些大人物的快乐。想到他能跟陈导认识，能跟周老板结缘，都是因为系统。谢谢你，大黄。谢就不用了，麻烦你用系统的时候多动动脑子就好了。林小北心情是很好，但看江浩情绪还是有些低落。林小北知道他在愁什么，准备回家后给他来一个惊喜。那批肉买到了，下午就能送到，你什么时候能过来？这是肉摊老板叫林小北去接收清点那10吨猪肉。林小北送江浩回了家，又一个人赶去找肉摊老板。这一笔买卖，两人都非常满意。林小北不在，江浩也没休息，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着，将晚上要用到的各种葱姜等配料提前准备了出来。浩子，你怎么不睡个午觉啊？看你眼圈黑的。昨晚上江浩一晚上都辗转反侧没睡好。没事，我不困。浩子，和你说一件事，其实我今天中午去了影视城一趟，不过运气挺好的，见到了一位老客户，就是之前我做寿宴的那家，记得吗？记得。我和他聊起你，他说你很有天赋，然后让你明上午去试镜，等你上午半天。小北，你怎么会去影视城那边？他是比较内向，但是不傻，他已经猜到林小北去做什么了。你没什么事吧？啊，我没事啊，那个欺负你的小网红已经彻底滚蛋了。兄弟，我人脉广吧？小北，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嘿嘿，那就好好干，我可是要等着你当大明星，回头给我当代言人。好，未来的厨神。好了，现在你的任务就是赶紧去休息一下，准备明天的面试。我帮你，我不困。你看你的黑眼圈，你休息一下，睡醒了来帮忙，要不然我怕你到明天黑眼圈都下不去。这边我忙得过来。没有了江浩在旁边，林小北迅速一键清洗，一键切菜。今天新买了猪肉，有上好的五花肉，正好做红烧肉。里脊肉也切成了合适的片，晚上再来一道锅包肉。这大把便宜猪肉可以随便造的感觉可真爽啊！最近他发现鉴定功能对做好的菜也会给出评分，他感觉自己最拿手的红烧肉居然才得65分，
这激发了他练习厨艺的激情。想到便宜食材，林小北就想起了之前接收猪肉时送货大哥递过来那张名片。林小北直接拨了电话：“你好，是关大哥吗？我是，你是今天买猪肉的小哥？对，是我。原来对方在冷库工作，也算是高老板的上家。不过两人也就是在电话里联系，现实里没见过。之前都是高老板直接去他那边进货，但是这一次要的货太多了，对方要求他找辆车送过来。没想到还意外见到了林小北。关哥，高老板多少钱拿的猪肉？3800吨。我操！原本以为我拿到的价格就足够便宜了。”但是没想到高老板在其中也没少赚。怎么样？对方给你的价格比这个高不少吧？确实。不过林小北倒也没多生气，毕竟高老板给他的价格也不算高，何况人家牵线搭桥，肯定在中间有利润，他能理解。以后可以直接跟我拿货，猪肉现在还有20吨，你有没有兴趣？刚刚买了10吨，够我用2-3个月的了，就先不要了。我们1年4季都有储备物资需要替换处理，到时候有合适的联系你。等江浩起来的时候，红烧肉、锅包肉已经烧好。我干啥？那些藕你帮我洗了切片。我一会儿给大家加个糖醋藕片解腻。下午5点，听说小北你做的红烧肉很好吃，我们俩还在超市买菜呢，接到小张电话就回来了。工友们一人都是6块红烧肉，而张姐一人就吃掉了2人份的。吃完饭在后厨，一会儿还和面吗？现在食堂供应的主食除了白米饭，还加上了馒头，给工友们多一个选择。不过今天蒸的多了些，还剩下不少。明天少和一点蒸馒头的，再和一点炸油条的，这些剩馒头明切片做炸馒头。林小北仿佛间看到了周老板头上的青青大草原。回到工地，林小北居然在周老板的办公室看见了在片场的富婆。是你？是你？你们认识？小北，这是我媳妇，你喊嫂子也行，喊张姐也行，她叫张冰。嫂子好。小北，你还拍戏呀？不是。林小北将今天的事情说了一遍，听得周老板皱眉，张冰更是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竟然有这种事情！那个媳妇，冷静冷静，你嫂子就是脾气大，且是人好，热心肠，最听不得这些阿杂的事情了。嫂子是人美心善，这么暴力的嫂子，必须马上抱大腿。嫂子，您也是明星吗？怪不得您这么美。还是小北眼神好，审美在线。不过我不是明星，我今天是去看个朋友，早知道早上我就去看你一眼。小北呀，下次不要再这么冲动，有啥事可以先跟我说。你这就是马后炮。张冰拿起电话，哎，宝贝儿，帮我个忙。你嫂子这是把你当自己人了。林小北没明白，让你嫂子盯上的肯定没啥好结果。很快张冰就回来了。那个叫屈原的小网红，以后甭想在影视城找到活了。听说是你认识的那位陈导让人放出去的话，不过他傍的那个，我也让人放了黑料，敢欺负我弟弟。林小北回去的时候心情贼拉好，他第一次感受到结识了一些大人物的快乐。想到他能跟陈导认识，能跟周老板结缘，都是因为系统。谢谢你，大黄。谢就不用了，麻烦你用系统的时候多动动脑子就好了。林小北心情是很好，但看江浩情绪还是有些低落。林小北知道他在愁什么，准备回家后给他来一个惊喜。那批肉买到了，下午就能送到，你什么时候能过来？这是肉摊老板叫林小北去接收清点那10吨猪肉。林小北送江浩回了家，又一个人赶去找肉摊老板。这一笔买卖，两人都非常满意。林小北不在，江浩也没休息，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着，将晚上要用到的各种葱姜等配料提前准备了出来。浩子，你怎么不睡个午觉啊？看你眼圈黑的。昨晚上江浩一晚上都辗转反侧没睡好。没事，我不困。浩子，和你说一件事，其实我今天中午去了影视城一趟，不过运气挺好的，见到了一位老客户，就是之前我做寿宴的那家，记得吗？记得。我和他聊起你，他说你很有天赋，然后让你明上午去试镜，等你上午半天。小北，你怎么会去影视城那边？他是比较内向，但是不傻，他已经猜到林小北去做什么了。你没什么事吧？啊，我没事啊，那个欺负你的小网红已经彻底滚蛋了。兄弟，我人脉广吧？小北，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嘿嘿，那就好好干，我可是要等着你当大明星，回头给我当代言人。好，未来的厨神。好了，现在你的任务就是赶紧去休息一下，准备明天的面试。我帮你，我不困。你看你的黑眼圈，你休息一下，睡醒了来帮忙，要不然我怕你到明天黑眼圈都下不去。这边我忙得过来。没有了江浩在旁边，林小北迅速一件清洗，一件切菜。今天新买了猪肉，有上好的五花肉，正好做红烧肉。里脊肉也切成了合适的片，晚上再来一道锅包肉。这大把便宜猪肉可以随便造的感觉可真爽啊！最近他发现鉴定功能对做好的菜也会给出评分，他感觉自己最拿手的红烧肉居然才得65分，这激发了他练习厨艺的激情。想到便宜食材，林小北就想起了之前接收猪肉时送货大哥递过来那张名片。林小北直接拨了电话：
你好，是关大哥吗？我是，你是今天买猪肉的小哥？对，是我。原来对方在冷库工作，也算是高老板的上家。不过两人也就是在电话里联系，现实里没见过。之前都是高老板直接去他那边进货，但是这一次要的货太多了，对方要求他找辆车送过来。没想到还意外见到了林小北。关哥，高老板多少钱拿的猪肉？3800一吨。我操！原本以为我拿到的价格就足够便宜了，但是没想到高老板在其中也没少赚。怎么样？对方给你的价格比这个高不少吧？确实。不过林小北倒也没多生气，毕竟高老板给他的价格也不算高，何况人家牵线搭桥，肯定在中间有利润，他能理解。以后可以直接跟我拿货，猪肉现在还有20吨，你有没有兴趣？刚刚买了10吨，够我用2、3个月的了，就先不要了。我们1年4季都有储备物资需要替换处理，到时候有合适的联系你。等江浩起来的时候，红烧肉、锅包肉已经烧好。我干啥？那些藕你帮我洗了切片，我一会儿给大家加个糖醋藕片解腻。下午5点。听说小北你做的红烧肉很好吃，我们俩还在超市买菜呢，接到小张电话就回来了。工友们一人都是6块红烧肉，而张姐一人就吃掉了2人份的。吃完饭在后厨，一会儿还和面吗？现在食堂供应的主食除了白米饭，还加上了馒头，给工友们多一个选择。不过今天蒸的多了些，还剩下不少。明天少和一点蒸馒头的，再和一点炸油条的，这些剩馒头明切片做炸馒头。林小北帮兄弟江浩争取到了角色副师的资格。一大早，林小北开车送江浩到影视城。你中午的时候出来拿饭，我给你送来。啊，不用吧，我还给陈导和赵哥准备了呢。你提前告诉他们一声，免得他们吃了饭。那好吧。回到大院厨房，林小北先把扣肉蒸上。今天还要再做一次麻辣香锅，昨天那一锅很受欢迎，大部分人都强烈要求再吃一次。林小北自然是有求必应，各种食材也没有什么限制，有啥放啥。正准备上车去影视城。我是配角，怎敢吃？小北，我得到那个角色了，加油，兄弟！我马上就出门，你在影视城门口等我。陈导，这是林小北托我给您带的盒饭。江浩啊，坐下一起吃吧，正好能聊聊你这个角色。江浩瞬间喜出望外，他知道这是吃到兄弟给他带来的红利了。林小北给陈导他们带了10份盒饭，不光陈导、江浩、赵同虎吃到了，还有几个副导演、武术指导等重要人物也吃到了。最后还剩下1份，送到了他们剧组的男1号那里。他们倒不是歧视女性，主要是这部戏的女1号出了名的精致，有钱有颜有演技的那种，平时都是自己的助理专门给她订饭。倒是男1号一向都是跟剧组吃盒饭的。姜岩，我先吃了，不介意吧？你先吃，我订的饭还要等一会，别管我。饭盒一打开，香味就飘散出来。顾爷，这盒饭好香啊，这就是咱们剧组的伙食水平吗？姜岩看着饭盒里的菜，五颜六色的，再加上香味，让他莫名有点后悔。他是第一次跟陈导的戏，这个戏也是刚刚进组，他也不知道伙食会这么好。是啊，不过今天的饭感觉格外的好吃。这个是麻辣香锅吧？材料真丰富，还特别的入味。最好吃是这个扣肉。说完，顾野才反应过来，你要尝尝吗？我还没怎么动。片场这发生了什么？林小北是不知道的，他就知道今天的扣肉大家都吃得很高兴。小北啊，红烧肉、扣肉吃了，什么时候做狮子头啊？今晚吧。狮子头确实是有一阵子没做。下午，林小北正在做饭。赵同虎打电话想和他见面聊聊，林小北正忙着做饭，就给对方发了个定位。没想到林小北刚把食材都处理好，赵同虎就找上门了。哎，赵大哥，你剧组里不忙啊？我又不是演员，能忙啥？小北，你这是自己开了个盒饭摊吗？差不多吧。我之前开了个盒饭摊子，不过前2天接下了影视城那边工地的食堂，现在管他们的1日3餐。啊，你接了哪摊子啊？我还说怎么了？赵大哥，你有事直说。嗨，我还想着你若是开了盒饭的摊子，我们直接跟你订餐呢。你就一个人吗？买菜做菜主要就是我，工地那边还有个大姐帮着和面蒸饭，做一些准备工作。一个人啊？那你接到了我们这边的盒饭吗？确实是忙不过来了。你们那边的粮不小吧？林小北这几次去影视城见过，这一个剧组的演员加上群演，人确实不少。不是，不让你做群演的，就是做我们剧组里这些主要工作人员的，30人左右，可以吗？我老板本来就对饭菜很挑剔，今吃了你的盒饭，恐怕就更吃不下其他的了。陈导其实也不是个奢侈的人，他就是单纯的挑嘴，但林小北做的饭菜他爱吃，觉得顺口。为了自己老板，赵同虎不得不跑这一趟。那菜色有什么要求吗？林小北盘算了一下，只是多出30份盒饭，自己应该能忙得过来。没啥要求，你做的就行，4菜1汤就行。我们餐标高，你按照50一顿都没问题。4菜1汤要吃50块标准的，这得吃啥呀？工地吃的也才15块的餐标啊，满大街也都是10几20块的盒饭啊。你们跟工地食堂那边吃一样的行吗？那边是15的餐标，要是再单独做，我觉得我忙不过来。那也行，
按30来算吧，再怎么样也不能让陈导吃跟工地食堂一个价格的盒饭。不过菜量你给足一点，然后饭盒要精致一点，再配个饮料。算了，这个我先去搞。那行，晚上就一起做吧。赵同虎高高兴地走了，没多大功夫又回来了，给林小北送来了几袋子十分精致的餐盒。光看餐盒，这盒饭高低都得卖到50块去。感觉还是有些辛苦了。虽然有一件洗菜切菜，可一些琐碎的事情也很费时间。要不然雇一个帮手吧，至少能帮他装盒饭、送盒饭也好。好像请个工也就能帮着干这个，还不如喊江浩或者赵同虎到门口来拿呢。切菜他有一件操作，炒菜他也不在乎多这30分了。至于买菜，他更不可能交给别人，这才是他最大的秘密。想来想去，现在唯一的麻烦就是早点不如将林静练出来，他加点工资轻松一点，对方也能多赚点。晚上将饭送过去的时候，是江浩出来取餐的。小北出来取盒饭这件事就交给我，我和赵大哥说好了，我戏份不多，我在就我来，要是我恰好在拍戏，就他来拿。好，我正为这件事发愁呢。你一个人太辛苦了，我现在拿到了这个角色，以后时间能多一些。你那个角色怎么样？很好，虽然没有台词，但是露面的次数不少。那叫什么？亚特？不算，那个是真的没台词。我演的是个哑巴。能赚多少钱啊？钱不多，现在给我按工资算，每个月能有1万块，这戏大概能拍半年，这是我长这么大赚到的最高工资了。兄弟加油！林小北没想到一份普通的盒饭，却引发了陈导新剧男女主绯闻，而且越演越烈。姜妍口口声声说是因为顾野吃的盒饭看着太香了，所以忍不住才尝了一口，配的图却是剧组以前订得盒饭，然后就是他的评论区就成为了大型翻车现场。姜妍实在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要不晚上你开一会儿直播，给网友看看那个盒饭。陈导，我晚上还能吃到那个饭啊？陈导想过姜妍可能会不同意，毕竟姜妍一直以来都是高冷人设，没想到他却很有些欢呼雀跃的意思。饭是江浩取回来的，赵同虎还让他亲手给其他主演和剧组主要成员送过去。江浩倒没理解赵同虎的深意，但是对于这个决定他是非常赞同的。拿着盒饭美滋滋给所有人送过去，每送出一份还要告诉对方这个盒饭有多好吃，这比他自己做的还要自豪。此时姜妍那边已经开始直播了。对不起，中午顾野吃的那种盒饭已经吃光，最后剩下的一盒我没想到和前面不是一家的，今天晚上我给你们直播看看。姜妍和网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远远看到江浩拎着几盒盒饭朝着他走过来，顿时眼睛一亮。什么情况？我妍姐刚才眼睛放光了吗？镜头，有什么是我高贵的 VIP 会员不能看的？会不会是顾野来了？楼上的两边都澄清了，就不要再磕 CP 了。要善于自己找糖啊！镜头转了。咦，这个帅哥是谁？好年轻啊，穿着戏服呢，也是这个剧组的演员嘛。刘秘书，给你3分钟，我要他全部资料。妍姐，您的盒饭。好，谢谢你。江浩离开，姜妍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盒饭。盒子跟昨天照片里的盒饭颜色差不多，看来姜妍昨天确实是没注意。这盒饭一看就很好吃的样子，没看清，再给我看看。这个拆筷子的速度有点快，是怎么回事儿？慕名想起了每天中午我外卖到的时候。妍姐，快给我们讲讲味道怎么样啊？姜妍根本顾不得直播间，要不是为了洗清绯闻，她都想关了直播，痛痛快快吃一顿。还是助理将摄像头角度偏移了一下，桌上的饭菜瞬间清晰放大。哇，这狮子头看了就觉得有食欲，一看就不是那种肉馅的。对，也不是外面的半成品。楼上2位怎么知道的？是看出来的吗？当然，你看狮子头表面有明显的颗粒感，而不是光滑的。明显是狮子头先切成16子大，然后放上蛋清和调味料，反复摔打上筋儿的。这么复杂的吗？好想吃一口。观众还在讨论，1口、2口、3口，姜妍就解决了一个狮子头，这就吃完了。虽然这狮子头不算特别大，可也不至于3口就没了吧？我的妈，女明星们不是都要1口恨不得嚼100多下吗？上次那个水上热搜不就是100多下？那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又不是牲口反刍到脚，可能是狮子头太好吃。弹幕上热闹不已，因为有麦，助理不能直接开口，只能在一旁咳嗽提醒姜妍注意形象。好在2颗狮子头吃光之后，姜妍终于反应了过来，欲盖弥彰的清嗓子。中午因为热搜的事情没有来得及吃饭，所以吃得快了一下哈。这是强行挽尊，哈哈哈哈！人设崩了，别挽尊了。在姜妍慢条斯理的将盒饭的菜吃了大半之后，她只能肉疼的推开，装作吃饱了。毕竟她的人设是高冷小仙女。拿起最后这个盒子，给大家展示完就可以下播。打开却愣住了，这里面竟然是一份水果沙拉。哇，这个沙拉竟然都雕了花！不光雕花了，还有摆盘。太好了，竟然还有沙拉！顺便给大家说一声，这家快餐并不贵，因为是我们陈导的朋友开的，所以一份只有30多块。
没想到有这么多菜，还有水果。区1小时不到，直播从一开始的几十万人，到最后因为网友们的互相安利，竟然达到了好几百万人在线。姜妍和盒饭同时火了一把。关掉直播后，我盒饭呢？我盒饭呢？快给我，我还没吃饱。妍姐，这都有点凉了，要不然我给你拿点别的吃吧。除了这个，我什么都不想吃。蔬果沙拉是林小北特意给剧组众人加的，1000块一顿的餐费，实际上成本只有不到1/3。林小北性子实诚，不好意思赚这么多，所以索性买了些水果，给额外配上了一份水果沙拉，既能让盒饭看起来更加的超值，还能顺便练练他的雕工。此时工地食堂这边大家也吃完饭了，林小北找到了林静，将自己的想法和他说了一遍。为减轻压力，林小北跟林静商量着教他一些做早点的技巧，没想到因此激活了系统的师徒模块。其实我前2天就想和你说，你教我手艺，但是又怕是你的秘方。什么秘方不秘方的，就是点技巧，多练练就能学出来。真的啊？那太好了。任务开启，收买10个徒弟。任务开启后激活师徒模块。咦，还有这个模块，居然还是6星级任务。林小北晚上回去躺在床上好好研究了一下这个师徒模块，他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第一行，下面目前只有一个分支，就是林静。林静厨艺有提升，也会给林小北经验值，并且还会有随机的礼物。有了系统鼓励，林小北更有动力教导林静了。接下来的几天，林小北每天都早早到工地食堂，手把手教林静怎么炸大果子，晚上下班教他和面的比例，还顺便教他做发糕、蛋饼、油炸糕、韭菜盒子、土豆丝卷饼等适合当早点的。另外，还将自己制作茶叶蛋的方子写下来交给林静，并搬来了10箱鸡蛋，让林静练习。林静能将早上这一摊子接过去，林小北也是轻松不少。就这样，从正月到2月，从2月又到了3月，还剩下1周工地的任务就能完成了。张秘书找到了林小北。小北，我和你说一件事。张大哥，是不是你们的工程要结束了？对，你知道了。是啊，该盖的都盖完了，而且最近吃饭的人也少了很多，应该是已经奔赴下一个工程了吧？最近吃饭的人远远不足300人了，至少少了50-60个。那倒不是，是给他们补年假，但是新工程确实下个月就要开工了。小北，老板让我问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到下一个工地去？你放心，也是在本省。张大哥，我想一想吧。你好好考虑一下。然后这边1周内就要结束了，你逐渐减量吧。我估计再有2-3天，你做100人饭菜就好。好，那张大哥，我把剩下的钱给你们退回去吧。要现金还是直接转账？最近吃饭的人数一直在减少，这也是一笔钱。小北，咱们是按月签合同的，只有少补，多了不用退，你拿着吧。这计算起来太麻烦了，就这样吧。回到大院，林小北收拾好厨房，躺在了床上。这2个月来，他收到了周老板他们转过来的食堂费用，总计45万。但是实际上他因为有系统在，节省了不少的钱，净利润甚至达到了20来万。现在工程要结束了，他是要考虑一下接下来的事了，比如主线任务的开一家店。这个店，林小北一开始想的是开一家餐馆，他就跟当初的老板那样，负责后厨，前面招个跑堂的，找个收银的，有3-4个人就能支撑一个餐馆了。但是现在林小北不这样想了，他觉得开个盒饭的店也不错，就是店里摆上几个大食阁，做上10几个菜，饭口的时候进来就可以吃。小北想啥呢？江浩自从接下了陈导的角色，日子比之前轻松不少啊！发啥呆呢？我在想我要不要开个店，你觉得呢？开店？你现在已经挺忙的了，那就还要招人吧？其实是工地那边快要完工了，周总想叫我跟着他去下个工地，我不想去，还是想开个快餐盒饭的店。挺好的，你怎么做我都支持你。其实我赞同你就在这附近开个店，这里的剧组源源不断，而且一合作就是几个月，彼此相熟的还会介绍。我这些日子认识了一些剧务，都是赵哥带着我认识的，回头我去帮你宣传。那行啊，那我决定了，我就开个快餐盒饭的店，明天我就出去找店面。你还得做饭呢，我去帮你看。哦，对了，明天剧组出去拍外景，赵哥让我提醒你，明天不要做他们的饭。江浩一边说着，一边在群里发了条信息：我兄弟想要开店，需要个店面，有资源的兄弟艾特我。这天午饭过后，林静找到小北。小北，我要走了。啥时候？下周4晚上的火车。这比工地完工晚2天，估计就是林静的男人工作结束了。回老家？还回来吗？不了，我们2口子商量了一下，回去就在孩子学校附近开个店。开个早餐铺子？是啊，多亏了小北你教我这么多的东西，我都没办法报答你。啥报答不报答的？这时候，我是配角怎敢吃？林小北电话响起。小北，我看好了一处店面，你过来看看。这么快？地址发过来。你从哪里找到的店面啊？我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那个群里好多剧组的剧务、副导演之类的，这些人消息很灵通，我就去看了几家，这家我看着最合适。嘿，
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这家店面不是在临街的门脸房，而是在背阴的街上，这样的方位肯定是不如临街的好，但是价格相对便宜。两人进去之后，林小北就明白为什么江浩看上这个店面了。厨房很大，比他们大院的那个厨房还大一圈。我琢磨着你喜欢大一点的厨房，再加上咱们主要做盒饭，就先带你看看这个。拐角那也有一家，位置更好，之前也是开饭馆的，就是贵一些，你要不要去看看？不用了，就这里就很好。你们要租房子，那正好啊。林小北和江浩正聊着，房东来了。小北，这是房东陈姐。你好，陈姐。你们俩要租房子，几个人住啊？就我们俩。那正好，跟我上去看看。这个店面是个3层楼，3层算是个杂物间之类的阁楼，没多大地方。2层却很宽敞，不光有2个卧室，一个大客厅，甚至还有卫浴和大阳台。林小北很满意，看向江浩，你觉得咋样？这是我群里哥们来看过的最好的一个地方了。陈姐，什么价啊？太贵了，我们住不起的。我兄弟事业刚起步，我就是个群演。没事，我主要就是找个人看房子。之前这里是我一个亲戚开饭馆，结果屁都没赚到，店面1个月5000的房租，如果加上上面这1层，翻个倍，怎么样？1万啊！陈姐，实话和您说，店面房租5000我能承担，但是楼上也同样的价格，这就有点贵了。别急啊，咱们再商量商量。最终，林小北和江浩还是以8000块每个月的价格将这里租下了。林小北咬牙直接付了半年的房租，后续的半年一交，转眼存款就少了5万。林小北浑身肉都在疼。江浩转给了林小北1万块，林小北原本不想要，不过江浩一瞪眼，这是我的房租，你嫌少是不是？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拿着，我们一人出1半的。你这还多给了呢。我们兄弟算那么清楚做什么？好好好，等你成了影帝，我就靠你了。转眼就是周4，到了临近回家的日子，林小北拿出了3000块，2000是这个月的工资，另外1000块算是他给白静的一点送别红包了。小北，你拿回去，每个月2000就不少了，而且你还教了我那么多。林姐，这钱没多少你就收了吧，好歹咱们相识一场。你要开店，这就算是我提前随的贺礼。小北，谢谢你。食堂外，小北，明天就不用送饭了，工程提前完成，今晚上人全部撤走。啊，好，我知道了。那件事你想好了吗？我想好了，我就不和你们去了。我准备开一个盒饭快餐店，地方我已经找好了，就在影视城斜对面没多远。还真让我们老板猜对了。周老板猜什么了？他说你是个有抱负的人，绝不可能一辈子就守这个食堂。他还说开个店只是你下一步，你将来会走得更远。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张大哥你说，你们快餐店能送外卖吗？我们工地下个月开工，每天可能需要几百份的外卖。能，肯定能啊。工地在什么地方？就在城东，从这开车40分钟能到，回头我给你合同。行，那张大哥我把之前剩下的钱退回去。不是说了，那些都不算了。对了，你看看你的账户，有一笔10万块的进账没有？啊，我这也没注意。总之你查一下吧，没到账告诉我。好，哎不对，张大哥，哪里来的10万块？你给我打过来的？这不是下个月才开始？和那个没关系，这个是我们老板给你的，是当初就想要给你的感谢费，怕你不肯收，现在就直接打过去。这是因为厌食症那是，可是我每顿饭都收了钱的。我们老板之前因为厌食症已经到了一个很危险的地步，用嫂子的话说，要不是你，估计他就要进医院过后半生了。你说这算不算是救命之恩？何况你要开店了，这就算他送你的创业基金。嫂子也是拿你当弟弟看，你呀，保证我们工人吃饭就行，这对他们来说就是9牛1毛的钱。既然今晚上就搬走，就剩下晚上1顿饭了。林小北想着做顿好的，土豆牛肉、红烧鸡腿、溜肉段、肉末茄子、酸辣土豆丝、西红柿炒鸡蛋、虎皮尖椒、酸菜粉条。林小北把自己拿手的菜都做了一遍。今天菜好多，都是我爱吃的。土豆牛肉就很知足了，没想到还有红烧鸡腿。今天是咱们工地最后一餐了，所以我多做了几道菜，大家吃得高兴就好。这边工程结束了，我挺高兴，但是一想到这盒饭也吃不到了，我这心里……我跟着老板这些年，小北管食堂这2月是吃的最好的，听说也是花钱最少的。以前咱们1个月可不少花钱。咱老板是好人，就是以前没碰到实在人，还是小北好。小北啊，你不跟我们去下一个工地吗？我准备自己开个快餐店，就不去了。那我们以后吃啥啊？大家不用太想我，等你们工地开工的时候有惊喜啊！众人一愣，啥意思？工友们吃完最后一餐，林小北把后厨收拾好。恭喜宿主任务完成，奖励经验值200点，抽奖机会1次，金钱18888元。60天的打卡终于完成了，
18000确实不少，白嫖一次抽奖机会，聊胜于无吧。狗系统，我就想问，那个稀有道具到底是不是写着玩？你敢信有人居然用了2个月，只为找寻曾经吃过的一份盒饭？美食主播旺仔从林小北新店面外面经过，耸动着鼻子，满脸兴奋。美女，有事吗？兄弟们，家人们，我找到了。这美女什么情况？直播整蛊吗？旺仔转头发现林小北表情全是难以言喻，赶紧解释。你好，能吃饭哟？我这是快餐盒饭，现在还没开始营业呢，菜还没准备好。我能等。行，那你就等等吧。保鲜柜里有饮料，你可以自己拿。虽然还没正式开始营业，但酒水和饮料的推销员是无处不在。虽然他这店是卖盒饭，但是这种2-3块钱之内的饮料和10元以内的啤酒却是很不错的利润点。嘿嘿，你们刚才都很纳闷我为什么激动吧？说实话，刚才那个老板我见过。好了，别猜了，你们还记得咱们直播间的名字吗？找了快2个月，终于找到了这个卖盒饭的老板。我现在心情很忐忑，其实就是一种害怕，因为50多天的寻找，记忆中那种味道被不断的美化。如果我现在吃了，发现没有记忆中的好吃，反而会很失落的。哎，希望别让我太失望吧。林小北哪里能知道旺仔这半天的心路历程。2位想吃什么？我们这边主打就是盒饭，你们要是想要炒菜也可以点。我们就吃盒饭，现在能吃了吗？盒饭的话可以，但是还差几个菜，再等我一会。就一个青菜，很快就能炒完，但是店里有客人，他就被绊住了。林小北想了想，给江浩打了个电话，让他过来拿盒饭，不怕对方偷他东西，但他不能留对方2个人在店里，厨房里都是食物，这方面的安全最重要。3下5除2，最后2个青菜就已经炒好了。很快，餐馆的大门被推开，进来的不止江浩，还有赵同虎。小北，我来了。小北，知道你忙，我自己开车来了。来，你们自己先盛着。2位要什么菜？都怎么卖的？2素的10块，1荤2素的15块，2荤1素的18，6个菜30。别怪它贵，因为现在只给陈导他们剧组做饭，所以选择的食材也都是上好的。30，涨价了。你以前吃过我们家的盒饭？对，我吃过你家的盒饭，而且为了找到你，已经找了快2个月。林小北惊呆了，他实在没想到，竟然还有人因为曾经吃过他做的盒饭一次，会花上这么长的时间去寻找。要不然我给你打个折吧，29行吗？没事，不用折扣。想我100万小网红，我差你那1块钱吗？我记得以前你们家盒饭没这么贵呀，是因为租了门面，所以提价了吗？其实林小北成本也没这么高，但是这菜本来就是给剧组准备的，他一般都做得多，能剩下好几份。但是同样的菜，他卖给陈导他们是30多，外面给别人10几块算怎么一档子事？只能一视同仁，甚至更贵。其实是这样，我现在店还没正式营业呢，所以这些菜都是给预定的客户的，人家的餐标比较高。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你按照他们的标准给我上个全套的怎么样？他知道这边的餐馆服务的对象大多都是对面影视城的人，30往上的餐标肯定不会是群演的，正好他也尝尝明星们都吃啥。行，35。2份。林小北很快端来了2个摆得满满当当的餐盘。送钱来你也一起吃凉了，味道就差了。转身，林小北又端来1份水果和2碗汤。现在看着还是不错的哈。35块，6个菜，1碗汤，1份水果，米饭是免费盛的。咱们先看看有什么菜。香菇菜心，味道不错呀，这香菇很滑嫩，菜心也特别嫩。老板有2下子，别看年轻，但是这火候掌握的是真不错。再看看这个尖椒土豆丝也还行，土豆很脆，我去，老板很会挑辣椒，这尖椒真辣呀。我和你们说，就现在吃的这4道菜，我已经觉得这花的钱都回本了。不过老板还是太年轻了，这菜搭配不太好啊，肉太多了。虽然到现在起我还没觉得腻，但是虎皮肘子和酱肉这，我觉得有点重复了。我先尝尝味道吧，这还真是酱肉。旺仔这一筷子酱肉入口嚼了几下，忽然没有声音了，忽然去夹下1片，再次入口，随后是第3片。各位，不是我不想解释，实在是顾不上了。这他妈的也太好吃了吧！这也太好吃了吧！美女主播吃完了自己盘子里的酱肉，还忍不住抢了自己助理1片。一会儿还你呀！各位直播间的兄弟，还记得我刚才怎么来的吗？我闻到了一股香味，然后找到了这里，结果去厨房看到了那位老板，发现是我找了快2个月的人，一高兴我都忘了我是为啥来的。吃到这酱肉，我就想起来了，这味道就是我刚才闻到的香味。
酱肉嘛，就是酱肉的味道，很好吃。旺仔低头想了一下，觉得自己实在语言匮乏了。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很有滋味，像我小时候记忆里的味道。但是我记忆里并没有哪一家的酱肉这么好吃。算了，你们回头自己来尝尝吧。一会儿我问问老板什么时候开业。江浩和赵同虎带着盒饭出了门。老板，刚才那是剧组的人吗？两位吃着如何？太棒了。老板怎么称呼？我姓林，林小北。这酱肉是不是有啥秘方啊？林小北笑笑，没说话。老板，能不能再给我们切一盘酱肉啊？我单买。行，45一斤哈。行，先来1斤。旺仔转头对着直播间道：就这酱肉，61斤，我都得买2斤带回去给爹妈尝尝。很快，林小北就给他们把酱肉端上来了。1斤，我称过了，还多了点。林小北跟旺仔聊了几句，交换了一下姓名，回答了一下什么时候正式开业等直播间网友关心的问题后就离开了。林小北走后，旺仔也结束了直播，和助理送钱来，开始大快朵颐。旺仔和助理吃饱喝足，最后还打包了2斤酱肉。七姐，这老板估计是不认识你。确实不认识我呀。有咱们这样吃一顿，别的店不但不收咱们的钱，还要送咱们点什么的。人家为啥要送我？咱们这是给他宣传啊。姐，你宣传一次费用不低呀。那又如何？你觉得这老板的手艺还需要我来宣传吗？酒香还怕巷子深呢，就他这个店这么偏僻，能有几个人来啊？你想错了，酒香还怕巷子深，那还是酒还不够香。你信不信，用不了3年，这家店还有这个老板都会很火。我不信。七姐的火是不是卖的红火，而是真正的出名。一个盒饭快餐的老板，还是在这种拿着导航都未必能找得到地方的快餐店的老板，能火？怎么可能？等着看吧。下午林小北出门补充了一些食材，回来的发现门口有一人在徘徊。咋的？今天生意这么好的吗？等过去一聊才知道，原来对方是来应聘的。啊！林小北都快把这件事给忘了。快餐店要开门，需要招一个店员，一个收银。他在附近小区广告栏贴了广告。今天来的小伙子是来应聘店员的，他会开车。店员的工资1个月3000，听着不是很高，其实他们这边工资本身也就这样了。进来吧。你叫啥呀？我叫樊中，樊快的樊，木东的中。我会开车，路也很熟悉。我之前开过1个月出租。开出租应该能赚的比这个多吧？但是出租车熬人，一出去就是1天。我家里就只有我奶，我需要一个离家近，工资又够我们生活的工作。你就在这里住？就在这条街最西头那家。我们这边早上不用上班，中午就是10点到2点，然后下午4点到10点，你看可以吗？新店准备开业，林小北招聘了一个店员，兼职跑腿送盒饭。谁知道买1赠1，樊东把女朋友蔡晓介绍过来，当了收银员。这样一个盒饭快餐店算是初步成型。当天晚上，林小北就带着樊中去影视城送盒饭。这谁呀？咱家餐馆新招的员工，这是咱家餐馆2老板。啥？我咋还成了2老板啊？你之前不是给了我1万吗？9000是房租，1000算你入股。嗨，这算多少股份啊？1%，不能更多了哈。这还得加上你将来成了影帝，得给我代言的条件。靠，那我不是亏了？陈导这个剧组现在算是影视城所有拍戏的剧组里最幸福的一个，因为只要林小北盒饭一送到，陈导就喊停所有工作，开始吃饭。这是影视城里少有能直接吃上热乎饭的剧组。而姜妍自从第1次吃播以后，现在每天吃饭的时候跟自己的粉丝互动也成为了习惯。今天中午是6个菜，1个汤，还有1份水果。八肘子、酱肉、干煸牛肉丝、溜肉段、香菇菜心和尖椒土豆丝，都是我爱吃的。你啥不爱吃？我爱吃，我爱吃，我每天都听，听到耳朵都起茧子了，哈哈哈哈！有啥你不爱吃的？以前姜妍在我心里就是御姐，妥妥大女主，不食人间烟火那种。那我趴树上喝露水，喝西北风呗。但是从姜妍开始直播，这哪里还是女明星了？这分明是我们村的村花。对，我也是这个想法。感觉姜妍真是多了。我现在就有一个疑问，她每天吃的盒饭到底是哪一家的？同问，有人知道吗？有答案了，踹我一脚。弱弱的说一句，我好像知道。刚才是不是有人说他知道？那个兄弟，快出来说句话！大家不要说话了，他现在说话也会被遮盖住。弹幕慢慢的安静了下来，都在等待着刚才说话的人再次发弹幕。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但是妍姐刚才说的菜和中午时候旺仔吃的那家店里的盒饭菜色一模一样。旺仔也算是有名气的吃播了，很快大家都知道了地址，但是也遗憾，快餐店还没正式开门。等林小北和樊东回到店铺，发现店里居然有几个客人，除了旺仔和他助理，还有一对被香气勾进来的夫妻。有人来吃饭是很好，不过今天留的饭菜本来是咱们要吃的饭，现在估计不够了。啊，老板，你还管饭的吗？看你说的，我一个饭馆还能不管饭？不过以后你们吃饭可能会晚点了，咱们这边6、7点钟的时候人最多，以后抽功夫轮着吃饭吧。今天吃啥呀？
要不然我做个10斤炒饭。都行啊。没一会，炒饭就做好了。这量也太多了吧，我吃不了啊。你先吃，吃不了的给我。好。哎，真是，饭还没吃呢，我先吃了一把狗粮。餐馆里几个人都笑着，旺仔还朝着林小北挤眉弄眼的。林小北，来我们这吃啊。算了，这边有菜。林小北指指桌上的几个碗，那是卖剩下的几道菜，3人1人1份10斤炒饭，再加上菜也足够了。哇，这炒饭也太好吃了！鸡蛋、青豆、胡萝卜丁我就不说了，居然还有土豆丁、火腿丁，这个是啥？是蟹棒。其实这一锅炒饭，饭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土豆、洋储香菇、胡萝卜、玉米、蟹棒和7、8种各种丸子，反正一件切菜，对于林小北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另外还有虾仁和肉末，这些配菜加起来已经和米饭1比1了，再加上鸡蛋，还有出锅时候点缀的香葱，这锅炒饭是实打实的10斤炒饭啊！老板，我都吃到10几种料了，这真是我吃过的味道最丰富的10斤炒饭，真10斤啊！别说了，说的我都想再来一份炒饭了。好吃，真的好好吃。别只吃炒饭，尝尝菜。2人开始吃菜，蔡小又是新一轮的惊呼：老板这手艺真是太棒了，怪不得盒饭能卖这么贵。哎呦，我怎么把饭都给吃了啊？樊中和蔡小跟着林小北将厨房打扫了一番才离开。洗了澡之后，林小北上床打开了系统。恭喜宿主抽中厨艺训练模块，厨艺训练模块即刻开启。周围环境瞬间一变，林小北又来到了前面练习刀工那个广场，他面前还出现了一个选择界面，里面有各种厨艺课程选择。默认解锁的课程只有调味，更多的课程都是需要经验值或者金钱解锁。系统中10年的刻苦练习，林小北的调味水平终于毕业，而这也就是林小北睡个觉的功夫。5点半啊。江浩的短信：今天拍夜戏不回去，不用等我了。原来这小子昨天没回来啊。林小北赶紧回了一条信息，没想到江浩立马就打了回来。我去，林小北，你现在才回我，别告诉我你现在刚看到。昨天睡得早，你啥时候收工啊？我早上准备蒸包子、炸大果子，这么丰盛，我都要。不过我还要半小时才能收工呢，今天收工了能休。江浩那边有人和他了2句，电话就被人接手了。电话那头传来了赵通虎的声音：小北，早饭能不能给我们准备一份？今天的中午饭就不做了，一会儿都要回去补觉。这样，你们收工的话，方便来我店里吃吗？大果子方便现炸。当然没问题了，陈导他们早就想去你那边看看了。那就这么定好了。你敢信，堂堂大明星、大导演，能不顾形象的大口啃着猪肉大葱的大包子，这都是林小北刚刚练习了调味功夫的功劳。小北这手艺真是没话说，这包子做的比炒菜还好吃啊！没订早饭真是亏了。这么好吃的包子，以前怎么没给我们做过？这不是怕影响大家形象吗？确实啊，咱们整个剧组都举着包子啃，这画面太美，我不忍直视啊。我没名，我不怕，我只是个剧目。我也不在乎。唉，小祖宗，你知道我们为了维持你高冷人设，我们做了多少工作吗？求你不要让我们加班。能如此不顾及形象的，只能是你一江岩。江岩以前在圈内人面前都在苦苦维持人设，这次在陈导的剧组彻底崩了，吃货本性暴露无遗。等剧组的人吃完，林小北收拾好已经快10点了，赶紧给樊中发了个信息，告诉他中午不营业，让他们不用过来。下午没事，林小北出门找了一辆公交车，准备溜达一圈。来到这个城市快3个月，除了市场、影视城，其他地方他都没去过。公交车绕着市中心跑了一圈又回来了，全程不到2小时。任务：报名参加全国厨艺大赛。全国厨艺大赛？系统怎么会突然给我这样一个任务？林小北左右看看，他发现前面的公交站广告台就是答案，扫码填写表格报名，一套流程行云流水，通过海选就有参与奖，进入前100名奖金1万元，进入前50名奖金5万块，进入前30名奖金10万块。我去，钱不少啊，给钱越多竞争就越大，这可是全国的比赛，到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参赛。系统只是让我参加，并没有要求拿到名次，看起来应该是对我现在的厨艺并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算了，去看看自己现在的厨艺到底能够走多远也是好的。回到后厨，菜还是准备了6个，不过现在给剧组送盒饭可以让樊东跑腿了。林小北终于有了一点当老板的感觉。第2天算是林小北的快餐店正式开业。餐馆门口，樊中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了2挂鞭炮，噼里啪啦的响了好半天。江浩昨半夜回来的，这时候也睡得差不多了，在2楼阳台看热闹。江浩，你醒了，老板给你准备了早点。江浩原本还想再懒一会儿，
听到这话洗漱好，立马下了楼。吃啥？豆腐脑和烧饼，老板让我买回来的。你咋喊他老板？喊我江浩啊？你也喊他名啊？那是老板，我咋能这么喊？我也是股东啊。嘿嘿，江老板。得，还是算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江影帝，别乱喊，被人听见。来，再喊一次，这俩字咋这么好听？这几个月，江浩的性格开朗了不少。以前只是在林小北面前能笑能闹，但是自从演了这个角色，整个人有信心多了。老板，今天做什么菜？你们准备蒸饭吧。今天多蒸一点饭，按照50份准备。今天的菜分开做。剧组那边的盒饭自然要好的，但是他店里是主打平民快餐，只要吃好吃饱就足够了。蒸好饭，樊中、蔡小就被赶出了厨房。洗菜、切成炒菜这些的事情，林小北是一点都不用他们插手的。很快，林小北就将今天的中午饭准备好了。今天的主菜是扣肉，不过分成2种，一部分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这是剧组的高价盒饭的；另一部分则是用的偏肥的肉，这是给餐馆里盒饭用的。不过这肥肉偏多的是放梅菜一起蒸的，蒸梅菜肉就是要肥一些，这样才更好吃。菜都好了，准备送饭。林小北招呼一声，樊中、蔡小听到这话，麻利的开始装盒饭。这时候，外面有人敲敲玻璃门，林小北走了出去，发现竟然是旺仔。旺仔，你来了，快进来。知道你们今天开业，所以我还带了2个花篮过来。多谢多谢，今天开张，我请客。真的，我可是带着人来的。林小北走出店面，吓了一跳，就在旺仔的身后，竟然跟着10多个人。这你们要包场啊？我们是跟着旺仔来的。对呀，旺仔说老板你家的盒饭特别好吃，我们都想试试。不用给我们免费，我们今天就是来捧场的。我就想问一句，饭熟了吧？什么时候可以吃？啊，快请。这些就是今天的菜。老板，今天是35全部的吗？林小北一愣，随后摇头。不，今天12个菜，3个素菜，3个肉炒菜，3个大荤菜，还有3个菜是随便吃的，1荤2素10块，1大荤1荤1素是14，任选3个荤菜18。全要呢？9个菜，25全包，比之前便宜了很多呀。是啊，上次看旺仔直播，我觉得不算便宜，但是今天看不贵啊。今天的菜不如那天。确实，但是这样才是正常的盒饭。对，那时候还没营业，我吃的其实是人家剧组同款的盒饭，材料更贵，饭菜也更精致，35也正常。当下这些人都就开始选菜，基本都要的全套。林小北还想给他们打折，不过大家都笑着摇头拒绝。老板不用觉得过意不去，我们金本来就是来支持你开业的，只要饭菜好吃，就不用觉得对不住我们。那就多谢大家了，饭菜我就不给大家打折了，但是送大家1瓶饮料应该不会拒绝我吧？那当然，白送的我喜欢。近看老板的脸还挺能打的，虽然不是那种娱乐圈大帅哥的脸，但是干净利索，还有点小帅。旺仔，你要不跟老板组个夫妻店？反正你这么爱吃，老板正好能满足你。林小北满店跑，倒没听到谁友们开旺仔玩笑，旺仔倒是被逗了个大红脸。林小北新店才开业，美女主播就带着一群吃货来捧场。大家吃饱啊，要是饭菜不够还能加的。老板，是我们能加，还是所有客人都能加？所有人都能加。来这里吃饭，咱们还能让人吃不饱吗？那要是来很多的大胃王怎么办？没事，咱们店里没有什么太贵的食材，就算是敞开吃也不会把我吃倒闭的。哇，真香，就是梅菜扣肉，好吃。我刚才还担心这肉是不是有点肥，结果肥而不腻。老铁你不懂呀，肥肉才是经典的，就这肥肉蒸透了，再被梅菜吸收进去，那味道老地道了。没错，这扣肉真好吃啊！这溜肉段做得好，我跟着旺仔都没吃过比这个好吃的。我怎么觉得老板厨艺非常高啊？就这里面几道菜都明明是很普通的食材，就拿这个炒红肠来说吧，我也经常吃，其他店味道跟老板做的根本没法比呀。会不会是红肠比较好？不知道，反正很好吃。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得热火朝天，这顿饭真的太值了，还有免费汽水。对呀，老板你确定不会亏本吗？不会，虽然利润不高，但是汽水还是送得起的，你们是旺仔的粉丝嘛。再说这汽水也是批发来的，和你们买的价格不一样。老板好实诚啊！老板是个实在人，第一次我就发现了。正吃着，外面居然又有人送来了花篮，这些都是陈导剧组那些人送的。餐馆左右都摆满了。等樊中回来的时候，跑回家又拿来了2挂鞭炮，噼里啪啦的满是喜庆之色。林小北这偏僻到不行的店，居然也有不少客人闻声而来，还有一些周围的邻居过来道喜。他们这中午从11点多开始营业，一直到2点半才送走最后一个客人。3点左右，大家才忙活完。林小北赶紧让2人回去休息。好在晚上的饭要简单一些，一些需要费时间炖的菜都是上午做好的，将晚上要用的菜都准备好。林小北也上楼去休息，
就等4点开始炒菜。好久没这么忙活了，还真挺累的。拿起手机看了一眼中午的收入，零总不细看，总收入达到1564块，加上陈导剧组一顿饭1000，以后按这个行情一天营业额至少5000块，利润至少一半，那一个月至少赚7万多块。林小北美滋滋的想着睡了过去。狗系统大黄对如此没有抱负的宿主很是头疼。好歹你也是有系统的人啊，还混得如此凄惨，每个月累死累活赚那么几万块钱，你就满足了？也就是我倒霉催的遇上你这么个主。再醒过来是被敲门声吵醒的，林小北都睡迷糊了，睁眼摸出手机看了一眼，4点05分，差点没反应过来现在是下午还是清晨。起来之后，林小北发现外面下起了雨，并且雨还不小。敲门声再次响起，林小北去打开门。老板刚才睡着了吧？没办法呀，买菜炒菜就我一个人。林小北有些无奈，不过这倒是提醒他了，生意好的话我可以招人啊，找人接替也麻烦，我是有系统加持，聘请来的厨子能有我的水准吗？做菜味道好的工资没有低的，可烹饪技术不佳的反而会砸了我的招牌，真是麻烦。更麻烦的是那个厨艺大赛后天就要截止报名了，等组委会整理审核报名的人员后，比赛就要开始了，我还得抽出时间去比赛。老板，这么大的雨，咱们晚上还按照中午的量准备吗？减少1/3吧，咱们店现在没有外卖，比不过那些能送餐的店。晚上的情况比林小北猜测的还差，比中午的时候少了将近2/3的人，晚上就几个人冒雨过来吃饭，都是住的相对比较近的。他们这里本来就偏僻一些，这一场雨让想来的客人也打消了念头。林小北看看店里的猫3两只，无奈道：咱们也吃饭吧。啊，现在吗？现在还不到6点。吃吧，咱们也坐在外面吃，这样看着店里多点人气。林小北、樊中和蔡晓各自盛了一份饭菜，也坐着吃饭。老板，想不到你们自己也吃这个。我们店里的饭菜干净，都是买的好肉、好菜、好米、好面的，味道又好，不吃就亏了。确实，能吃出你们用的食材都很好。这里的菜没有太多那种厚芡汁，加麻加辣的。我中午看了就决定以后都来这里吃了。哎，这话怎么说的？是不能吃辣吗？不是，我其实以前也是搞餐饮的，知道一些猫腻。很多快餐店用的食材都比较差，不太新鲜，这时候就会用更加浓重的调味料将不好的气味遮盖住。哦，我懂了。也不是所有的店都是这样，人家正宗的川菜湘菜馆子除外。又学到了。确实啊，很多时候食材越是新鲜，反而越会采用白灼、清炒等烹饪方式。众人吃完了还在聊着天，主要是外面的雨竟然更大了。都说春雨贵如油，这有点过分的油腻了。你们俩下班吧，店里也没人，我一个人盯着就行。我先送小小回家，回来陪你。不用，你还怕有人抢劫